这是80亿男子都想召唤出的咒之邪灵，只因他的固有能力就是能够实现任何愿望，虽然代价是要被取走一样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作为交换，但除了我之外却无人知晓。咒之邪灵的这项条约存在着一个致命性的漏洞，原来前世的我是这款名为帕拉迪索游戏最权威的玩家，却由于过度熬夜突发脑梗猝死当场，阴差阳错下就成了这游戏里一个 F 级领地的废物领主。可我秉着没有垃圾英雄只有垃圾玩家的原则，再加上我有着前世的记忆作为秘密武器，将这垃圾领地晋升成大陆最强也只会是时间的问题。不过唯一让我懊恼的就是这具身体简直比猪还胖，不仅导致了我的寿命整整缩短了18坤年，就连我的各项能力值都低到连条狗都打。要知道再过10年这片大陆就会掀起一场巨大的浩劫，所有的领地和国家都被卷入其中，参与阻止魔王毁灭世界的行动。若是像原身一样摆烂的活下去，最终领地的下场唯有灭亡，那我岂不是又得再死一次？不行，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结果下一秒椅子由于承受不住我的质量，当场就被我压成了稀巴烂。可我明明记得原主杰瑞德在小的时候绝对是妥妥的潜力股啊，怎么到长大后的反差竟如此之大？于是为了活得久点，我首先得赶紧减肥，让这具身体瘦下来才行。至于这一世的人生目标当然也得有，那就浅浅来个成为大陆最强勇士兼一统天下的明君。而在之后的我赶忙来到了领主的办公室，我必须抓紧时间找到父亲留给我的遗物。这时女仆海斯突然走过来，在得知我是在寻找父亲的遗物后，她凭借每天打扫办公室的记忆，轻轻松松就帮我找到了，为此我相当的感谢她。反观海斯则是高兴极了，她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为了得到领主的一句认可，仅此而已。不料下一秒我却是命令她离开我的办公室，这让原本还心情大好的海斯瞬间摸不着头脑。她隐约觉得今天的我跟平常根本不像是一个人。与此同时，我开始对着父亲的遗物注入魔力，你没有猜错，我就是要打碎掉它。凭借我是名4级的魔法师这唯一的长处，刚好有足够的力量将封印在里头的家伙给召唤出来。虽然我很对不起父亲的良苦用心，毕竟这件道具的能力是对我的魔法成长有所帮助，但我相信父亲绝对会理解我，逆转我人生的命运就只有这一次机会。而就在下一秒，只见此刻赫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正是封印在道具里的邪灵伊莎贝拉。愚蠢的人类，是你召唤的我吗？闻言我给予了肯定的答案。那就告诉我你想要实现的愿望吧。我想要一个技能，一个能洞穿任何人属性值以及倾向的技能。伊莎贝拉同意了，但作为交换的代价，她会取走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东西。若是金钱，她便会剥夺我的全部财富；若是家人，她便会当成零食吃掉。此刻我表现得很是震惊，因为伊莎贝拉正在翻阅我脑袋里的所有记忆。不过我很快就由震惊转变为了邪魅一笑，看来关于我最珍贵的东西你很喜欢。只见伊莎贝拉止不住地嘟囔着嘴唇，身体也不受控制地向我靠近而来。这便是我与之邪灵的交换条约存在的致命漏洞。条约中可没有明确规定，不能随意更改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所以就让守护了34年贞操的我勉勉强强接受你的爱意吧。反观伊莎贝拉则还在拼命挣扎着，她实在想不明白，一个人类居然想得到邪灵的初吻，奈何条约她自己也无法为因。就这样，我用了与邪灵彼此间的初吻，顺利完成了此次交换的条件。与此同时，女仆海斯拿着一大堆文件推门走了进来，这些都是我要求她给我找的并对我有帮助的文件。不过在接手之前，我示意让她先站着别动。没错，我准备试试这项洞察之眼的技能效果究竟如何。只见此刻一道关于海斯身体各项的属性值以及倾向的面板便显现了出来。在特殊倾向方面，她有相当多个，这种资质明显就是天生当女仆的料。至于外事 IA 级，这个得重点说明下，也就是说海斯至少暗恋了我10年。但是很抱歉，现在的我是干大事的人，根本不想谈一点恋爱。可就在我接过文件开始翻阅时，海斯突然紧张地把弄着小手对我说了句对不起，她表示下一次会努力做得更好的。她的话瞬间让我呆愣了足足2秒半，直到我找到了原主生前的记忆才明白了事情的缘由。这个无赖平时没事就喜欢欺负海斯，不仅所有的琐事都交给他去做，还不管他任务完成的好与否都要打他一顿。而就在我向他走过去时，出于条件反射，海斯下意识地闭眼准备接受惩罚，不料下一秒却是被我抱在了怀里。之前对你的态度以及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在你面前表现出一副不像话的样子。所以为了我能够重新树立一个好领主的形象，你能否原谅我再次选择相信我？不出意料，海斯被我的真情所感动了，眼泪鼻涕那是直接止不住的狂流。毕竟这女娃是暗恋我的，我一点都没有责怪过领主大人，我只希望能够一直留在您的身边。而我现在的身份是杰瑞德，自然他曾经犯下的错误都得由我来承担。在这之后，我告诉了海斯我的减肥计划，桌上的食物便是我要求海斯给我准备的。虽说难吃的牙痞，但像我这种体型想要快速减肥就只有这种办法，因为这些都是游戏里会对饱腹感产生不良效果的植物。而在这效果的影响下，此刻我的脂肪开始分解排出体外，热量的消耗也是平时的2倍。我能明显感到自己瘦了许点，可这玩意的味道感觉就跟变质的牛奶混着大酱一样。果然即便是遍地可取的减肥食物，却没有人会去吃它也是有道理的。就在这时，一盘香喷喷的牛排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海斯表示这是
是之前为了我的健康，特意跟老厨师学的。如果这次不嫌弃的话，怎料他还没说完，我就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此刻我只想吐槽一句：杰瑞德，你特么真就是个人间败类，这么宝贵的天使你也舍得欺负。而在边吃饭边翻阅文件的同时，我也知晓了自己的可利比亚 F 级领地处在大陆的最北端，并且这里遍地都是害虫、魔物、山贼等等威胁。不过越是如此贫瘠的地区，其存在的机遇也就越多，所以我必须尽快变强才行，否则根本就无法好好利用这个优势。突然，伊莎贝拉突然冒了出来：“你居然敢耍我！老娘发誓，在没收回洞察之眼前，我会一直折磨到你死为止。”看来就算利用好了游戏漏洞，事情也可能变得越来越糟糕。算了，就当养了只宠物吧。等到了隔天早上，我便召集了紧急会议。然而在场的一些人却是窃窃私语了起来，他们感觉今天的太阳就好像是从西边升起一样。有一天，他们那个懒到不成性的领主居然会认真的看起他们所提交的文件。突然，领地的治安队长格拉加斯拿着酒瓶猛地砸在了会议桌上。领主大人，这文件有什么好看的？赶紧结束会议，我们去好好喝上一杯。这次我收到了很珍贵的酒，你一定会喜欢的。根据原主的记忆，这个家伙就是让这具身体变得慵懒的罪魁祸首。每次一到严肃时刻，他就会不断的诱惑我。所以要想可利比亚迅速发展，这样的害虫自然得尽快铲除。于是我对格拉加斯发出了灵魂拷问：我应该提醒过这次会议很重要，为什么你还喝到酩酊大醉？是不是不把我这个领主放在眼里？格拉加斯听罢人都麻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所认识的领主早就换了崭新的灵魂。无奈格拉加斯只好先服个软，准备好好解释一番。可我却连这个机会都不想给他，一发魔力导弹直接射爆了他手中的酒瓶。紧接着我还当着所有人的面废除了他治安队长的职务。我早就听说你滥用权力抢夺商人的精彩，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并且因为你的贪婪，导致了平民的生活变得疲惫不堪，纷纷开始不信任我这个领地的领主。还有的就是你居然私自在我可利比亚培养士兵，怕不是想要造我的反？不对你的罪行进行惩罚的话，我估计每天都不能安稳的睡觉。此刻格拉加斯看着我手中凝聚的火球，吓得他连忙转身就想逃离会议室，只不过他的速度怎么可能跟我的火球相提并论，直接就稳稳当当的命中了他的背部。你就庆幸我那严格执法的心才饶你不死的。从今天开始，治安队长的职位由拉基斯胜任，我知道他在我身边是不可多得的忠诚。先前我因为父亲的死自暴自弃，拉基斯却每天都来鼓励我重新振作起来。紧接着我郑重地告诉所有人，我会彻底的改正领地内的不正之风，若是不想落得跟格拉加斯一样的下场，最好给我老实一点，被我当场抓到就是死罪一条。随后我还对他们使用了洞察之眼，却意外地发现很多人的职位都跟自己能力不对等，这不禁让我对原主感到无语至极。看来我该做要做的事情简直多到离谱啊！不过身后的老头奥利莲或许能在这方面帮上我的忙。而在之后的1个月里，拉基斯也是按照我的叮嘱，抓获了好些先前跟在格拉加斯屁股后的士兵，他们跟他们的老大一个德行，滥用权力、强收保护费等等等等。反观看着曾经欺负自己的家伙都被逮捕，居民们的心情那叫一个痛快。此外，拉基斯还向他们说道，领主已经承认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他说会优先照顾在领地生活的你们，扫荡罪犯仅仅只是开端，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优待给到你们。就这样不到2天半的时间，基本上领地内的所有居民对我的信任度也是重新回到了正轨上，而我不过是每天摸摸肚子就能增加魔力，这同样也是存在于这款游戏的漏洞，只要双手对着自己释放魔力，将其重吸收到体内就能轻松实现。虽然官方曾经也声明过这并非漏洞，但我却靠着这个办法在1个月里内提升到了12级魔法师。可就在这时，一个士兵突然急匆匆地跑来汇报，我们在宁韦派搜索的煤矿区内发现到一只隐藏在其中的盗窃团伙，女孩为了给发烧的奴隶朋友讨要一口热汤，竟愿意满足奴隶卖主的任何条件，但天真无邪的她又怎知人性的险恶？好在她的朋友及时看穿对方起了心意，便将那碗热汤狠狠地泼向男人。可殊不知他的这种行为仅仅是暂时挽救了女孩，自己却因男人的一刀彻底陷入沉睡。而就在男人还想对女孩实施暴行之际，我便以救世主的形象闪亮登场，给我放开那个女孩！在几分钟前，我安排士兵进行搜查的煤矿场终于是有所发现，他告诉我里面不仅躲着一支盗窃团伙，还关押着来自各国各地的奴隶。于是很快我便携手拉基斯等一众士兵赶到了目的地，同时拉基斯也很钦佩我的慧眼，先前帮他挑选了众多具有潜力的士兵就算了，这次居然还能发现到跟随格拉加斯那家伙残留的余党。闻言我则是回应，这其实很容易猜得到，既然他们已经知道格拉加斯已经倒了，那自然就会选择躲在地下矿场这种好避风头的地方。接着我转身命令身后的士兵，这次我们不仅要铲除污染领地风气的余党，更是要扫荡逼人当奴隶的恶徒，最后救出所有被囚禁在矿场里的人。我们要为了咱们的可利比亚而战。而随着我们把守在矿场门口的小喽啰都解决掉后，接下来就不得不分头行动，毕竟这矿场里的岔路实在太多了，再加上敌方都是些持有武器的普通人，分头行动或许将会得到更快的围剿。与此同时，在岔路通道的一个房间内，格拉加斯余党的一个手下正拿着刀气愤地喊道，都是因为你的朋友，害得我半边的脸都被烧伤了，我要把你先杀了，再让你跟你的朋友一起陪我弄。怎料在他话落的瞬间，他却被门口的声音给吸引住了，才那点程度也配称得上烧伤。下一秒，只见一大团火球瞬间就将他给淹没其中，当即就把他烧成了空气里的尘埃。居然敢欺负我未来的大将，你小子活腻了是吧？随后我赶忙蹲下身子询问女孩的情况，可她却因为朋友的死还在伤心的哭着。
见状，我本着还有回天的可能看了过去，但那孩子的灵魂气息早已不在身体里，就算是掌握了最顶级恢复魔法的人也无济于事。反观我看着女孩骨瘦如柴的身子以及粗糙的手，很是同情。在我没来之前，她肯定受了非一般的折磨。突然，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出现，并大声呵斥道：“都特么瞎嚷嚷，在吵什么呢？”而此人的身份正是格拉加斯最得力的手下切德。与此同时，他也是发现到了我的存在。这不是我们的肥猪领主吗？你不在宅邸大吃大喝，跑来我的工作地方想干什么？听罢，我当即猛地起身，对其放出警告：有胆的话就再说一次，这里是谁的地盘？回答错的话，别怪我现在立马动手杀了你。可眼见我在手中凝聚起一发魔力导弹，切德却连一丝恐惧都没有，反倒是嘲笑我太不自量力了，居然在他这种魔法天才面前使用他最擅长的招式。接下来我就让你这头死肥猪好好见识下我新领悟的必杀招。而随着切德的一发雷霆闪电射出去后，虽然成功命中了我，但却丝毫对我造不成丁点伤害。切德人都看麻了，特么哪会有魔法师使用这种鬼招式？只见此刻的你使用了名为迅捷的初级魔法，直接在切德的周身制造了多道形如分身的残影，而刚刚被切德击中的不过就是我的一道残影罢了。反观切德那边也是想到了应对之策，他觉得我在高速的状态下肯定是很难改变方向的，既然如此，老子就把这周围整个都给摧毁掉。结果狠话是刚撂下的，嘴却是下一秒就歪的，一发魔力导弹直接让他先尝尝鲜，可这也并不足以将他给秒杀。于是我便开始了对他无止境的炮轰。你这家伙真是蠢到了极点，喝了酒就算了，居然还敢使用如此耗时间凝聚的强力魔法，这破绽都不用我自己找就摆在我的面前。等切德被我轰得毫无解数之际，我便拔出了腰间的佩剑，送他去见自己的老妈。而随着我完成了与犯罪的战争和击溃地下组织的任务后，领地居民对我的忠诚度也是达到了100点，让可利比亚迎来了小的黄金期。在这之后，有关切德麾下的成员全部被处了刑，被抓来的奴隶们也在治安队的护送下陆续回归到家人的怀抱。至于女孩蕾娜的话，当然是留在我的身边。我真的可以去领主大人的领地生活吗？那是肯定的。要是把你送回去马略卡的孤儿院，院长肯定还会把你再卖掉的。况且我一直都在寻找能跟我一同迈向未来的年轻人才，若你肯来我的领地，我必会负责任的将你培养成一名出色的剑士。蕾娜听罢开心极了，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有朝一日我一定会成为可利比亚最强的剑士。他说的话虽对，但也不全对。根据前世的记忆，我知道他的未来相当牛叉轰天。在10年后掀起的圣魔大战中，他可是担任起了魔王军的先锋，面对着数千名玩家全力发起的攻势，他竟都没有丝毫惬意的凭借肉身全部扛下，可谓是魔王军中最强也是防御力最高的肉盾。所幸这回在击溃余党的时候被我给捷足先登了，这样就能防止魔王出手拉拢蕾娜。而在给蕾娜治愈的同时，他也是给我讲起了关于自己的故事。在1年前，蕾娜每天都会去偷偷看孤儿院的雇佣兵训练，她很羡慕他们的剑术，可每次也都被对方当场抓住，原因就是院长叮嘱过，绝对不能让身为孤儿的他们靠近。直到有一天，蕾娜告诉跟她相处的雇佣兵哥哥姐姐，院长准备给自己安排一个相当不错的工作地点，说是去当贵族人家的女仆。雇佣兵的团长闻言也是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他原本是打算找蕾娜加入他麾下的佣兵团。蕾娜当时表现的虽有些遗憾，但她对面前的哥哥姐姐甩下了承诺，总有一天她一定会成为像他们一样强大的剑士。听闻这话，男人则觉得好笑，他拔出剑来告诉蕾娜，光凭一身不服的傲气就要立足于世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诀窍、天赋、努力以及意志。也正因他的话，让蕾娜第一次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梦想。可这个梦想却很快被他的院长给磨灭了。明明说是去贵族人家当女仆，却被当作奴隶准备拍卖。而就在蕾娜感到人生迷茫时，另一道光出现了，他便是为了保护蕾娜而死的马尼。不仅在生活上处处帮助蕾娜，还告诉了她很多不知道的秘密，比如马略卡领地的孤儿都会被当成奴隶拍卖，同时也还是领主所支持的。就连之前对蕾娜呵护有加的院长也跟他们是一伙人。可蕾娜表示她绝对会替马尼报仇的，她到死都不会忘记那时的话。我和你的人生都跟臭水沟没啥两样，可我却很羡慕你，你明明只是个孤儿，却拥有很酷的梦想。也正因如此，我才想要好好守护你。所以蕾娜，你一定要答应我，不要轻言放弃你的梦想。到这里故事也就结束了。而我在听后虽很感动，但感动并不能解决一切麻烦。接下来我肯定很快就会面对临城马略卡找上的麻烦，因为我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是连贫民窟都嫌弃的野菜。可身为一城之主的我却将其视为珍宝，若是放在现实世界，最少也得卖个1万块一株。只因吃了这些野菜会对人体的饱腹感产生反面效果，不仅会加快脂肪的分解，燃烧的热量也将得到成倍增加。而我穿越到这游戏世界的角色是比猪还胖的领主，所以这玩意当然就成为了我减肥上的福音。于是很快我便靠着它摆脱了身上500多斤的肥肉。结果才刚化身型男没2秒半，我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时间回到我将蕾娜收作得力干将的那一刻，虽说现在的她不过是在懵懂无知的年纪，但我知道她的未来将会成为魔王军的最强防御。如今我在魔王遇到蕾内时捷足先登，接下来就是给她找个师傅修炼变强。可刚才我捣毁的团伙牵扯到了临城马略卡的利益，他们的麻烦应该很快就会找上我。等到了隔天早上，我便继续启动我的锻炼计划。毕竟光减肥不提高身体素质的话，这具破败的身体迟早得遭罪。至于蕾娜，她的潜力简直恐怖如斯，一大早跑个全马，居然连气都不带喘来。说实话，我还真挺期待她变强后的样子。而在我吃减肥餐时，我收到了来自奥利莲老头和阿维拉寄来的喜讯。其一是奥利莲成功栽培出了一种叫做莱特利亚的农作物，
这对于总依赖进口蔬菜的我们能减少一些支出。其二是阿维拉吸引了比之前多 1.5 倍的魔物猎人来到可利比亚，售卖出的魔晶石的收益比上个月足足高出了2倍。这时蕾娜突然说道：“之前我的朋友说可利比亚就快灭亡了，但等我亲自来到这里，我才发现其实并非如此。不过这也仅仅是领地往好方向迈入的起步成绩罢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利比亚必会成为大陆上人尽皆知的存在。”突然，拉基斯急匆匆地跑来给我汇报一件离奇的发现。他说，领地内的大部分区域都被莫名放置了魔物的尸体，同时他也表示自己愧对于治安队长这个职务，但我并没有责怪他。这起事件并未造成人员受伤，况且可利比亚本也没有城墙助力，有些突发的情况挺正常的。可目前领地居民对我忠诚度已经达到了最大值100点，也就是说作案的肯定是城外的家伙。就在这时，我被身后一道稚嫩的求救声吸引住我，求求你，只要你愿意帮忙的话，就算是要我卖掉自己，我也会凑到买药的钱。而卖药的见小女孩紧抓自己也是连忙解释，就算你再怎么求我这里也没有你要找的药。闻言我便询问小女孩究竟遇到了什么麻烦，同时周围的路人也是认出了我的身份。在得知我不是什么坏人后，小女孩告诉了我她的名字叫梅雅，她的妈妈得了罗内拉病，得赶紧吃药，不然会死的。此刻我的瞳孔当即猛地收缩，见我这般神情，卖药的也是跪下来求情，领主大人冤枉啊！罗内拉病几乎算是不治之症，治疗的药在我这种小商贩手上哪里可能会有？我当然清楚，能治愈这种病的献祭仔，除了大神官的祝福和伊蒂玛帝国制作的昂贵万灵药，别无他法。这是一种形如肺结核的肺病，因为经常出现在地下城副本和存在野生魔物的罗内拉领地而得名。随后我亲切地告诉梅雅，快带我去见你的妈妈，我知道治疗罗内拉病的办法。画面一转，此刻出现在视线里咳嗽的正是梅雅的妈妈玛丽，并且我用洞察之眼看穿了她的寿命只剩7天。玛丽以为我是医生，便抱歉地让我赶紧离开，她付不起昂贵的治疗费用，我则回应到剩下的交给我就行，至于钱方面让她没必要操心。反观梅雅也是附和道，妈妈，这位是咱们的领主大人，他是特意过来救妈妈的。玛丽闻言这才反应了过来，她很抱歉自己没有马上认出来，其实早在8年前，她就受邀给我当了1天的厨师，原来是在我还很不懂事的年纪。倘若当时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我先在这里向你道歉。等叮嘱梅雅去帮忙拿来湿毛巾后，我便拉起窗户朝外看去，果然不出我所料，在他们居住的房子周围刚好也有一头魔物的尸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从以前开始就经常跟魔物近距离接触吧？玛丽给予了我肯定的答复。我在以魔物进行交易的商团那里当过厨师一段时间，虽然罗内拉并不会出现人传人，但与魔物接触频繁就会得此病，起初症状不会太明显，是你家附近有死亡的魔物仔，才导致你的病出现快速恶化。就在这时，海斯按照我的购物清单给我买来了制作治疗罗内拉病的特效药。这种方法既简单又便宜，只需要将所有的药材都捣碎，再放进蒸馏瓶内加热即可。当然这并非是我个人研究的成果，这个特效药是前世帕拉迪索初期一对玩家制作而成的，但由于利益间的斗争，直接导致其中一人在游戏官方发布公告，内容正是特效药制作的详细步骤，也多亏了他，我现在才能提早10年将其制作出来。这时玛丽突然询问我，像您这样的大人物，怎么会为了我这种穷困潦倒的平民如此的费心？闻言我则是回应道，我亲身经历过，当然我说的并不是我曾患过罗内拉病，而是前世我的妈妈就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离开了我。虽然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但这些年来我屡次都做噩梦陷入自责之中。我理解梅雅当时向我诉说的难受，这才选择来到这里。我不希望梅雅经历我曾经那份受过的痛苦，可殊不知此时此刻在我所在位置的房顶上，一个蒙面紫发正偷听着我们间的对话，他才不相信我能做出什么特效药来。只不过蒙面紫发的行踪很快就被拉基斯给发现了，恐怕真要让您失望了。我们领主大人说过的话就从来没有出错过，就连现在也跟他说的一样，犯人肯定会出现在现场周围的某个角落。蒙面紫发见局势不太妙，转身就想逃跑，奈何拉基斯根本就不可能轻易放过。两人很快就打成了一片，但令蒙面紫发难以置信的是，他此刻所面对的对手居然仅靠蛮力在压制着他。而与此同时，蒙面紫发也找到能给予拉基斯致命一击的破绽，结果他的致命一脚是打中了，拉基斯却仅仅是往后踉跄了2步半，蒙面紫发人都麻了，他的这一脚居然连对方脸上的一根毛都没踹下来。反观拉基斯则是挥出了强力斩击作为回应，就凭你这点实力，怎么有种踏入我们可利比亚领地的？见攻击向自己猛地袭来，蒙面紫发也是当即反应，摆出防御架势，不料还是再次输给了拉基斯的蛮力，直接被击飞到了半空中。可他明明就没听说过在可利比亚有这号治安队长，而拉基斯之所以能碾压蒙面紫发，其实是多亏了他所拥有的特殊倾向。在跟被评定为反派的对手交战时，他的秩序井然和正义体现就会将他的身体能力提升到极限。给我乖乖束手就擒吧，你是绝对不可能赢得了我的。蒙面紫发承认了拉基斯的实力，所以他便决定暂时先走为上策。自然拉基斯是不允许的，但蒙面紫发邪魅一笑，告诉他别太急性，因为他们很快就会再次见面的，到时候再打得你死我活也不迟。说罢，在蒙面紫发的周围顷刻间泛起了浓厚的烟雾，随之在烟雾消散的同时，他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在2天半后，此时的我正教着梅雅修炼魔力的方法，一种是用简单联想法凝聚而成的魔力，一种是难度较大的强行聚集法凝聚出的魔力。梅雅见状便有了个疑问，明明效果都一样，为什么不选择修炼最简单的就行？毫无疑问，这是所有新人都会产生的想法。于是我便解释道，可要是邪恶的魔法师把周围的魔力全都燃尽的话，那联想法就会失效，导致无法凝聚出魔力，反之强行凝聚法则丝毫不受任何影响，所以就算再困难也一定要2种都一起
起修炼。梅雅明白了，但她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穿上了这一套奇怪的服装，当然是为了营造一种氛围感。我感觉这样就能让你更好的领悟。而在这之后的半个月里，我每天都在房间里利用漏洞提升自己实力。虽然一天下来我都能提升2到3点的魔力，但我知道真正的高手玩家都会将捷径彻底变成自己的道路，所以我将漏洞的修炼法与魔法师心法修炼融合在了一块，以此创造出了属于自己全新的修炼法。这项修炼法每次使用能提高6点魔力，并且我还给它取了个名字，超级无敌爽翻天的龙傲天修炼法。就在这时，伊莎贝拉突然出现。我至今见过这么多的魔法师，还是头一回见过你跟他们与众不同的修炼方式。你吸收魔力的程度简直夸张到可以说是作弊，你绝对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听到这话，我的心瞬间就被提到了嗓子眼，原以为是自己是穿越者的身份暴露，结果伊莎贝拉的意思其实是觉得我可能是来自其他大陆的。早些年他就曾听说过在东方大陆那边就出现过吸收魔力十分了得的人物，随即我便顺着伊莎贝拉的意附和道，听你这么一说，我才想起自己祖先的故事，确实是有这种比较神秘的说法，可关于东方大陆的信息我却无从知晓。那是帕拉迪所开发团队筹备了5年的策划，结果还没等到更新日期，就特么死到了这该死游戏世界。突然伊莎贝拉抚着我的脸说了些奇怪的话，你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我打算对你的态度变得温柔些，毕竟现在也只有你能看到我的存在。闻言我则坚定地表示，洞察之言我是绝对不会还回去的。怎料这伊莎贝拉直接就不装了，在看到你变成型男后，我就不打算回收了，就当作是送给自己未来老公的结婚礼物。而他话落的瞬间，我整个人都亚麻呆住了。神马玩意，你一个邪灵居然开铲我的身子，难不成这几天你趁着我睡觉时对我干了图谋不轨的事？伊莎贝拉没有回应，但从他说的话我就能多少猜到他真干了。人家好歹也是个没结过婚就去世的完璧之身，成为我的灵魂伴侣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此刻我只感到无语至极，特么乐意你个毛线，老子答应你了没？接着我立马朝着门外跑了出去，我要去趟罗内拉领地，告辞告辞。可殊不知就在我和海斯赶往罗内拉的路上，我们竟遭到不明势力的埋伏。当过胖子的都知道，胖子一旦瘦下来就是潜力股，可也没人说过变帅后不仅会吸引鬼魂，就连同性也都不放过。而在我研制出了治愈绝症的特效药后，我第一时间就是决定前往罗内拉领地，因为说这种病症是那里的特产也不为过，基本上80%以上的人都患有罗内拉病症。可突然我跟海斯所乘坐的马车遭到了不明的突袭，好在我反应及时，立马施展了一道防御魔法。与此同时，更多箭矢如暴风雨般猛地射来，见状我连忙将防御魔法覆盖住了整辆马车。看这局势应该是山贼所为，但要以为用这种剑就能打败我的话，那他们可就大大失策了。接着我便赶忙下了车，准备亲自会会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亡命之徒。伊莎贝拉本还想帮忙，却被我给一口回绝了。随即我左手施展防御魔法，右手则凝聚攻击魔法向前推进。只见为首的家伙是一个手拿巨斧的蒙面人，他的名字叫托克，平日里除了干点抢劫外，还会接点专杀魔法师的委托。而这次委托他来袭击我的人，正是先前在可利比亚肆意投放死亡魔物的蒙面子发。原来那家伙是看上了我制造出的特效药，心想若是能将原料拿到手，肯定能狠狠捞一笔，并且他还通过我大量生产的特效药的过程，猜出我一定会前往罗内拉领地的。于是他便让委托的托克连着几天设下埋伏。而就在下一秒，只见托克抄起武器朝我发起攻势，正好这几天有新人的加入，他就准备好好展示展示怎么猎杀魔法师。此时只见托克的身形开始迂回旋转，这便是他成功率100%的杀招回旋斩。顷刻间，他的那柄巨斧刷刷的扔飞了出去。见状，我则是施展了迅捷魔法，一个侧身摆头轻松就躲了过去。同时我也猜出他这肯定是佯装攻击，可我万万没想到，我的魔法导弹刚准备射出，下一秒就被托克手中的另一把武器给打散了。休想给我耍花招！紧接着他一闷棍就朝我的后脑来了招猛击，但传出的声响并不是骨头碎裂的声音，而是形同玻璃。没错，在托克木棍与我距离不到0.000001毫米间，我施展了防御魔法格挡了下来。看来你专杀魔法师的特殊倾向也不过如此吧？感受着对手的无情嘲讽，托克当即怒火中烧，直接接连使出多次猛击想攻向我身体各处的要害，可却无一例外都被我预判并及时格挡。反观托克也是意识到了我绝非等闲之辈，就冲着施展魔法的速度，他就知道我的等级至少是4级魔法师以上。但托克丝毫不慌，凭目前的局面是他占优势才对，况且魔法师都有蓝量耗尽的时候，现在他只需不断攻击就行。怎料托克的这一想法刚浮出脑浆，下一秒他的攻击就被我死死的限制住。我施展了另一魔法，增加了自己的肌肉力量，刚好对方的武器还是魔法师专用的武器，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与此同时，我还偷偷往托克身体里注入了麻痹魔法，就他目前的状态来看，把我换成一个3岁小孩他都打不过一点。而托克由于贪生怕死，连忙说道，这都是一个头戴面罩紫色头发的家伙委托我这么干的，只要你能放过我，我就交出委托人的所有情报。闻言我高兴的眯起了眼睛，虽然我确实很想听的，但我好像有一点不太相信山贼说的话。说罢我一斧子就抡下去，让这家伙从此再也没法继续为非作歹。至于接下来该做的，当然就是扫荡他麾下的这支山贼团。殊不知等麻烦处理完后，我竟还有意外收获。我从山贼团伙中救了一个名叫阿尔肯尼斯的小孩，虽然现在他的身份仅仅是个商人，但未来他将会成为东部最大军武商的大人物，而这都归功于他有出色的预测以及流行趋势分析的能力。我还真不敢相信，居然能在可利比亚的领地附近遇到这家伙。
于是我便决定给到阿尔一个合作的提议，让他替我卖掉打算在罗内拉领地售卖的商品，并承诺利润方面我将会分他15%。自然，我除了通过交易的形式提高好感度外，就是在今后拉拢他加入我的团队。不过阿尔在静静思考了2分半后，他居然告诉我利润方面不用分他1分，只需要我能够答应他2个请求就行。我同意了，但我还是好心提醒，若是请求太过分，我会直接拒绝的。结果让我始料未及的是，阿尔这家伙的第一个请求确实不过分，只能说有那么一点点恶心。他居然要求我称呼自己为阿尔酱。突然间，伊莎贝拉冒了出来，她气得肺都要炸了，巴不得立马嘎了敢勾引他男人的男人。至于这第2个请求，阿尔酱决定在晚些时候再跟我说。画面一转，我们顺利抵达了罗内拉领地，并且很快在阿尔酱的引荐下选好了一个好位置。我很感谢他的帮忙，但阿尔酱表示这是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只是一点小小的心意。而此刻出现在视野中的巨大桶装物，就是我准备售卖特效药的原材料。接下来就只需在我药草制作的技能点缀下，就能将其变成真正治愈罗内拉病的特效药。而我之所以要一瓶瓶的制作，当然是因为这项技能是能够随着熟练度升级的。唯一不好的点就是每天限制获得的熟练度是有限的，但同时这项限制也存在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漏洞。很快我便看到了一个罗内拉病患，于是我赶忙让阿尔酱上前推销，一瓶只需要1块金币。男人闻言虽然有些怀疑特效药的真实性，可心想自己的命都快没了，即便是诈骗被骗1金币而已也没什么好心疼了。而在收到男人的购买意向后，阿尔酱就把我要求的东西拿了出来，这是一份合同，有着能将此特效药的所有权转让给购买者的能力。男人虽然有种难以言喻的感觉，但也还是同意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他便将其喝了下去。至于药效方面，我提醒他需要等待个30分钟左右，若是对病状没有丁点治疗效果的话，都可随时来找我索赔1000枚金币外加做 JJ。 而在男人走后，阿尔酱也是准备在营业前做点准备，反观我则是将药草制作的等级升到了3级，还触发了熟练度上升最大的限制。到这里就能让合同发挥它真正的作用了。在将所有权给转让出去的那一刻，关于药材的相关数据也会跟着一起，也就是说目前对我的24小时限制已经移交到刚才那个男人的状态栏里了。可殊不知就在时间过去了2个半小时之际，在我所在方位的地面突然发生了剧烈晃动。起初我还以为是地震，结果等海斯提醒我才知道，这居然是阿尔酱给我招揽来的客人导致的震感。不过就在我准备还以1金币的价格售卖时，阿尔酱却直接一口截停，特效药1瓶我们只卖39金币，这可比伊蒂玛帝国便宜了整整61金币。今后如果还有需要的话，请务必造访可利比亚领地。而且据说可利比亚没什么猎人，导致那边还有很多魔物可以狩猎，过去买药顺带赚点外快，简直不要太苦了。画面一转，时间很快来到了深夜。今天售卖的特效药的收益是12250枚金币，换算成前世的价值，足足有122亿软妹币。不得不说，怪物猎人的钱果然很多。就在这时，阿尔酱找到了我，他是来索要剩下的报酬的。闻言，我这才想起我确实欠他一个要求，可殊不知我先前的想法居然出乎意料的跟阿尔酱打成了一致。我想成为您可利比亚管理直属商团的家臣，虽然现在的我只是个经验不多的18岁商人，但你要是能信任我的话，我必会还你一个北部第一的商团。反观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坦白说我也挺欣赏你的，你拥有着能看出可利比亚领地发展潜能的眼光，以及对大卫的野心，那就欢迎你的加入，阿尔酱商团主。而在之后的日子里，由于我利用漏洞将药草制作的等级升到了35级，作为突破30级的奖励，我获得了自动生产流程设计图和终极魔力药水制作的技能。于是我花费了5000枚金币以及10个可利比亚的魔晶石制作而成的自动装置，一天就能生产出24瓶特效药，每一瓶卖39金币，净利直接就超过了900枚金币。同时这也直接让可利比亚的魔晶石产量增加，受魔物侵害的领地居民在快速减少。再加上其他地区的商人在听到有关特效药和魔晶石的传闻后，纷纷为了获取附加利益而造访领地。也就是说，可利比亚正以超乎我原本的预期在良性循环，整片大陆也逐渐知道了这块领地的存在。但经济方面得到改善，我的实力也应当得到快速加强才行。于是在休息了2天半后，我就决定前去挑战一处副本。可在得知我要挑战的对象居然是巫妖德鲁克时，伊莎贝拉当即惊得下巴都掉了。巫妖可是强大的黑魔法师，如果你挑战失败了，你的灵魂会被当场被夺走，变成不死族的。听罢你则是淡淡一笑，让其不用担心。熟知攻略以及通关的过程，都是我轻松打败德鲁克的秘密武器。在帕拉迪索游戏中，德鲁克在圣魔大战爆发时将受到魔王青睐，从而彻底摆脱封印，被赐予一具不死的肉身。这也是在主线故事进行的过程中，所有玩家都一定会遇到的特别桥段。反观此时的伊莎贝拉开始怀疑，你未免也知道太多事了吧？该不会你是假扮成人类的神，或是从其他世界来？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我及时掐断，别胡思乱想了，你说的最多也是在梦里才可能发生。等来到德鲁克的藏身处后，我便开始在入口的位置摸索了起来。不明所以的伊莎贝拉见状有些懵逼，心想你应该是来打败巫妖的呀，怎么现在跟只小狗在找自己藏的骨头一样？若把他说的话当成是比喻用意，那他表达的意思近乎接近。我的确是找自己前世在挑战德鲁克时意外发现的漏洞，果然还在这里。看着我突然间从岩壁中穿了进去，伊莎贝拉只感觉到不可思议，于是我赶忙向他解释道，这其实就是一条秘密通道罢了，因为想要抵达德鲁克所在的房间，就得爬到最高层，可由于过程中的陷阱实在多得离谱，就算连我也无法独自通。
只见此刻赫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数之不尽的天才地宝，这便是德鲁克的秘密房间。很快我就找到了名为贪婪导弹鬼的戒指，虽说看上去像极了普通的品质，但它实际却是件能无限扩张亚空间的背包神器。这时伊莎贝拉有些害怕了，我们这样子偷走巫妖的东西不会有事吧？我则是回应道，我们这不叫偷，毕竟这里的宝物都是那家伙杀人夺来的，我们只能叫做代表那些人的遗憾去教训德鲁克。与此同时，在另一边，德鲁克依旧是坐在被封印的宝座上感慨着，因为该死的圣女，害得失去生命力容器的我无法摆脱此等处境。等哪天我从封印当中解脱，我一定会将大陆上所有的人都变成不死族。怎料德鲁克的话刚说完，一只大手就轻放在了他的头顶之上。你这老骨头还是这么顽固，都快死了，还在这里尽想些阴险狠毒的计划。德鲁克见到我的样貌有些面生，便询问我到底是什么人，这就有点明知故问了。老子当然是来除掉你的。说罢，一道炽热的火焰当即就从我的手掌心中迸发而出，而在经过火焰灼烧后的德鲁克，也仅仅是褪去了一层躯壳罢了。你是哪来的鼠辈？有种的话就把我放出来。这个寿终正寝的老头有一个变态的能力，即便是被火焰焚烧到只剩骨架，仍旧不死不灭，只因他的本体乃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巫妖，而巫妖并不存在什么肉体，他们借着将灵魂存放在生命力容器中，以此得到永生。可因为圣女，德鲁克不仅失去了生命力容器，就连灵魂也被封印在一具尸体上。现在的他相当的虚弱，要是这回死亡，他就再也无法复活了。所以接下来我只需要保持好距离，别被他那吸收生命力的黑魔法击中，就可以轻松完虐。毕竟在前世的我，也是对付过好几次解除了圣女封印的德鲁克。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回合中，我都是用闪电剑使的远程攻击技能。反观在德鲁克看来，我的这种魔法无非就是属于低等中的低等，况且在这样连续不断的攻击下，我的魔力消耗肯定得相当严重才对。殊不知德鲁克很快就会意识到不对劲，他觉得我的水准明明最多也就是个3级魔法师，居然拥有如此庞大的魔力值，而且在这些他灭不掉的火焰中，他还感受到了那股曾让自己恶心至极的神圣之力。所以德鲁克唯一想到的可能性就是加倍投了。随即他立马就将目光锁定在我的手指上，果然没错，圣女的神器被这家伙给夺走了。圣女伊普诺斯的戒指，其中一项属性就是能在魔法攻击上赋予神圣之力，而我之所以要使用德鲁克看不起的垃圾魔法，当然是因为我还在宝库中得到了名为大贤者戈尔扎斯的项链，使用1级魔法时将不会消耗任何魔力，这两者搭配起来就是我前世常用的战术，用连续攻击的手段阻止德鲁克轻易的施展魔法。虽然我没有能一击解决他的能力，但只要继续乘胜追击下去，胜利必将是属于我的。反观德鲁克久未战的脑回路也是终于打通了，他想起这里是属于他的主场，随即立马就将全城堡的亡灵骑士都召唤了过来。此刻赫然出现在我面前的便是先前提及到的不死族，可关于他们会出现在德鲁克房间是我始料未及的事。难道是因为德鲁克没有解除封印，所以存在的模式不一样吗？不过想太多并不能解决当下的情形，接下来我得赶紧展开肉搏战，必须趁着德鲁克使用高阶魔法前消灭掉他。与此同时，伊莎贝拉也是决定出手协助我的行动。只见他的灵魂冲进了看上去比较强大的亡灵骑士当中，在将这副骷髅架子给完美控制住后，他也是轻轻松松就把德鲁克召唤而来的亡灵骑士全都砍了个片甲不留。于是他便将刀刃攻向了德鲁克，而自尊心齁大的德鲁克哪里受得了这种欺辱，随即一发高阶的魔法从他的手中迸发而出，把伊莎贝拉控制的身体给轰掉了一半。反观我则是立马抓住己方队友给我制造出的间隙机会，一发附加神圣之力的闪电之矛全力贯出，直接打了德鲁克一个措手不及。但这种攻击还远远不够，紧接着我又聚集起了一发雷霆闪电就使了出去。见状，德鲁克表示他才不会再一次中击，他赶忙利用起了主场优势，在自己的跟前筑起一道源源不断的古墙。可殊不知下一秒他魂都麻了，我的攻击不仅穿过了他的古墙，就连命中的位置也是精准无差的落在闪电之矛打的位置上，而这便是我独自发明的链接魔法，学好物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还说什么不会中计，也太小看我了吧。紧接着我也是没有给德鲁克喘息的时间，一发附加神圣之力的雷霆闪电再次使出。反观被我的这一招给命中过后，德鲁克看上去也是彻底没了生机。就在伊莎贝拉以为战斗就此结束时，德鲁克竟想趁着我接近自己毫无防备的瞬间打个措手不及。殊不知我对于他的内心想法早已看得透透的，随即我一闷棍直接抡在他的脑瓜子上，我就知道你没这么容易死，不过在我最强的招数下你可就真的活不了了。此刻身为巫妖的德鲁克头一回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可万万没想到就是此等恐惧竟把德鲁克的最终形态给逼了出来。特么老子可是不可一世的巫妖，区区人类也敢妄想把我打到生死道消。而就在下一秒，德鲁克的身体突然发生自爆，在把我给逼退后，他身体之上弥漫着的黑色气息顷刻间就朝我猛地袭来。好在我及时施展出了防御魔法，成功将其格挡了下来。同时我也看出其中的端倪，德鲁克目前的攻击明显就不是魔法，纯粹就是属于魔力外泄燃烧生命的手段。看来他这是想跟我比谁的命长。可就在这时，我的防护罩突然被德鲁克给攻破了。好在伊莎贝拉及时出手，利用亡灵骑士的身体替我扛下了攻击，否则刚刚要是被
被德鲁克给命中的话，我估摸着自己至少也得落个半残的状态。不过也是给了德鲁克一个警钟，那就是得先将妨碍自己的家伙给处理掉。没了寄生的身体后，伊莎贝拉表示她应该帮不上什么忙了，接下来就得靠我自己了。反观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是一时慌了手脚，毕竟德鲁克目前的形态和攻击的手段是我从没见过的。可即便如此，德鲁克的基本模式并没有改变。要知道，在帕拉迪索中，我攻略最多次的 BOSS 就是德鲁克，我对德鲁克的攻击方式基本都了如指掌。只见此时德鲁克的魔力开始朝我的四周蔓延开来，但这也都是些佯装攻击罢了，真正的攻击应该是在我的头顶才对。于是我便在这道攻击落下的瞬间及时往后退了2步半，轻轻松松就将其给躲开了。而就在德鲁克还准备以同样的套路展开攻势之际，我一个闪现魔法当即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看着我即将对自己使用附加神圣之力的4级魔法，德鲁克终于是意识到先前被我给骗了，你居然为了欺骗我，说自己最强的魔法就是那一招。我则是笑着回应道，那这能说明什么？说明人类的智慧是你们巫妖绝对赢不过的杀手锏。接下来你就用你的全身在最后好好感受下神圣之力的滋味吧。话落间，我的最强一击倾泻而出，德鲁克的这副身体也近乎给神圣之力侵蚀殆尽，只留下一张嘴脸给他说几句终别的话。像你这种出生之犊，可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难道你以为你能应付得了吗？闻言，我则是摆了摆手，未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谁敢妨碍我，我就把他给消灭掉不就行了。随后德鲁克又接着问道，那你的目标是什么？当然是成为大陆第一的最强君主，可我的目标对于德鲁克而言却是痴人说梦。你以为你是在扮家家酒吗？居然说出连受神眷顾的圣君和残酷的魔王都做不到的事。不过我会在地狱好好关注你的，我定要亲眼看到你这种嚣张家伙最终惨不忍睹的下场。而在说完这句话后，在德鲁克消失的位置浮现出了一个道具，虽然我就是为了这个手镯而来的，但这性能比我预期的还要更为出色，真不愧是会成长的神器。对现在的我而言，没有比这个更棒的道具了。与此同时，伊莎贝拉发现到地上还有一本奇怪的魔法书，可当我拿起来查看后，却发现这竟是我从来都没见过的玩意。于是我查看了它的属性，我发现这居然是本可以复活灵魂、邪灵之类魂魄到特定人体的魔法书，而被复活者的身体与精神都会隶属于使用此等道具的主人。这不妥妥就是伊莎贝拉的专属道具。伊莎贝拉闻言当即就怒吼道，我才不要这种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老娘要的是夫妻，懂不懂？是夫妻关系。于是我便耐心地解释道，成为我的奴隶后，你首先可以将我捆绑起来，其次再对我使用诅咒魔法，最后我只需要享受其中，以此来提升我对魔法的抗性和耐性。前面几个伊莎贝拉当然是100%支持的，但就是听到这最后一句话，感觉自己会变成纯纯的打工仔，还特么是免费提供劳动力的那种。但想着想着，伊莎贝拉倒也觉得无所谓了，反正邪灵的生活她早就过腻了。结果伊莎贝拉还没做好做回人类的准备，我就早已给她物色到了一个完美的身体，是80亿男子都想召唤出的咒之邪灵。可如今她却变成了一个妙龄少女，倚靠在我的背上，并且她还对天发了誓，说这辈子非我不嫁。听罢我当即感到无语至极，早知道就不把那本魔法书使用在她的身上。原来在我打败了巫妖德鲁克后，除了获得了那件成长型的手镯外，还有一本可以复活灵魂到指定身体上的魔法书。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罗内拉领地的领主正询问着下属，城内的怪物猎人数量减少的速度怎么越来越快了。下属闻言便解释道，这是因为治疗罗内拉病症的特效药只有可利比亚在售卖，而且那边还极力防止特效药外流。虽然您砸下重金雇了一群专家仿制，但光凭那些样品要想查出合成方式实在太难了。众所周知，这种回答明显就是找骂，这是什么鬼理由？要是再办不好的话，你们全都可以给我滚回家种田去。可罗内拉的领主表示气归气，既然仿制这条路不好走，那他就只能实行 B 计划了。至于马略卡那边的领主霍尔库斯，他则是开始筹谋发动战争的相关条件，但由于愿意为其奉献性命的精兵才1239名，他觉得这样完全不够给予可利比亚关键的一击。毕竟在他眼里，我可是名4级魔法师，早知道这样的话，当初就得早点指使格拉加斯毒杀掉他。随后他也顺口提了一嘴，询问手下格拉加斯的情况如何。回领主大人，格拉加斯已经被我们派出去的暗杀者给除掉了。就在这时，霍尔库斯的得力干将魔法师阿克隆突然现身，并且还带来了花重金聘请的3名特级魔法师。霍尔库斯得到此消息激动极了，连忙询问他们最高能使用到几级魔法。阿克隆直接抢着回应，他们最多能使用3级的魔法。若您现在要发动战争，可利比亚在一夕之间就会从大陆的地图上消失。有了这句保证，霍尔库斯觉得这一战必定拿下胜利。但他不知道的是，我早已展开了属于可利比亚的应对措施。此时的我正带领着军队来到了最北方的森林，我决定要跟一个部落做交易。可就在这时，一群手拿武器的红色哥布林突然从头顶上窜了出来，并将我的军队给团团包围住。见状，拉基斯当即就下起了命令，所有成员采取防御姿态，禁止率先攻击。殊不知此等命令却让一众士兵摸不着头脑，毕竟魔物对他们而言应当是要当即斩杀的才对。而在双方僵持了大概2分半后，一只颇有领袖风范的红色哥布林现身了。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领土，我是这里的话事人兼领袖，我叫伊万尼巴。没错，这群红色哥布林正是我准备要交易的部落，我想与你们缔结建交关系，然后用我们可利比亚领地的资源跟你们换取等量的铁合金。闻言，伊万尼巴大笑了起来，我这辈子还是头一回遇到先示好的人类，不过你也得有能力拿出我们部落想要的资源。听罢，我当即就命令身后的士兵给我取来提前准备好的东西。可等看清这一车车被拉上来的竟是梦魇宝石后，不明所以的人瞬间被吓得冷汗直冒，因为这类宝石是噩梦之森随处可见的石头，除
除了有点漂亮能当纪念品外，基本毫无价值可言。要是一个不慎被误会是拿石头来当交易的话，可能还会被视为严重的挑衅，但对此我却是不屑一顾，毕竟一切都尽在我的掌控之中。与此同时，伊万尼巴已经拿起了一块梦魇宝石开始观察了起来，怎料就在所有人以为他会当场发飙之际，伊万尼巴居然摆出一副很享受的样子，紧接着连忙紧紧握住我的手，恭敬地说道：“我在此代表所有哥布林向杰瑞德领主致谢，感谢您亲自将我们最珍视的梦魇宝石送到这里来。”就这样，我靠着对人类没有任何价值的资源，成功的跟伊万尼巴签订了合约，并换取到了等量的铁合金。可反观伊万尼巴则对所有的子民下达了命令：既然咱们已经和新的家人达成交易，岂能就这样放他们离开？必须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宴会。此外，伊万尼巴还大喊道：“让在头顶上方躲起来的家伙不必保护他，而他们便是好战的种族黑暗妖精。”这是因为伊万尼巴通过自己的高智商和处世之道，与许多的种族结交了，并且还签订了互相防卫的条约。若是有出现欺负他们的势力出现，他们便会齐心协力起来消灭敌人。也就是说，当时在见到红色哥布林时，若是搞不清楚状况就任意攻击的话，那吃不了兜着走的必定是我们。画面一转，宴会如约而至。可在所有人都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的时候，我却急忙叫来拉基斯，叮嘱了他2件事：今天从红色哥布林那里换来的铁，你要全部都用在制作武器上；至于金的话，我会一半用来投资军队，另一半则是用在招募兵力上。所以这也是需要麻烦你去做的。殊不知我刚吩咐完，伊万尼巴就突然近身说道：“看来你是打算跟马略卡开战了。你会突然间拿这么大量的资源来做交易，我能猜到的原因就只有一个：发动战争。不过这也说明你很明智，马略卡已经堕落成罪犯们的巢穴，若是继续放任不管的话，迟早会对你们可利比亚造成负面影响。”听罢，我由衷的表达了歉意。如果我们进行战争准备的行为让您感到不高兴的话，怎料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伊万尼巴给掐停了。无关紧要，我只是听力好才会加入谈话，反正那些量的金和铁对我们而言不算什么，况且我还特别讨厌霍尔库斯，所以我当然是100%支持你去消灭掉他的。万万没想到马略卡的丑闻都传到了魔物耳中，看来这一战必定是我的胜利才对。为了让女仆觉醒成为大陆最强的职业治愈师，我直接给士兵下了一个死令，让他在我的肚子上划下一道80厘米的口子，因为我必须要制造一个意外，让海斯体会到无能为力的自责究竟是什么感觉。时间回到我跟红色哥布林部落达成长久建交的那一刻，于是在与伊万尼巴畅谈了一晚过后，隔天我们便回到了可利比亚主城。而关于伊莎贝拉的身份，我把她伪造成了我曾在帝国学院就读时认识的同学，所以在接下来的2个半月里，伊莎贝拉每天都在帮助我提升魔法防御力，很快就将这个属性提升到34。为了表达感谢，我送给了她3枚巧克力糖果，正好今天还是男生会送女生礼物的那种纪念日。伊莎贝拉闻言自然是懵逼得很，毕竟这是在我原本的世界才有的白色情人节，但总归她还是觉得挺浪漫的。难不成你喜欢上本小姐了？闻言我当即斩钉截铁地说明道：“您贵人多想了，整个宅邸的女生我其实都送了一遍，只不过你比她们多了1粒板。”可就在这时，伊莎贝拉突然拆了一个糖果并咬在了嘴唇上，她倒是要好好探讨这半粒究竟是怎么个回事。别忘了我们可是亲过嘴的，换成我的家族来讲，这可是双方同意缔结永恒契约关系的重要步骤。见状，我赶忙抓住时机往那糖果上一戳，直接就把这该死的闹剧给截停了。随后我告诉伊莎贝拉，魔法防御力方面已经提升很多了，接下来把诅咒术的强度拉高到原本的2倍继续修炼。怎料在我话落的瞬间，伊莎贝拉的神情突变，我一定会如你所愿毫不保留的施展。见她这副模样，我当即就猜到了她的内心所想，可岂料没等我出言阻止，我就已经中招了。此刻的我只感觉全身发烫，外加酥酥麻麻，这欲望方面的诅咒术简直太恐怖了。后面的部分我知道你们都不爱看，所以我就好心帮你们删减了。而关于我当初之所以要得到洞察之眼，其实还有其他原因在，那就是我的徒弟养成计划。为了能享受到师徒系统带来的好处，我就需要洞察之眼协助我找出未来有才华的人才，并抢先将其纳入麾下。现如今我已经缔结了4个徒弟，也是我目前所能缔结的最大数量，其中一个便是伊莎贝拉。虽然她本质上应该算是我的奴隶才对，但也没规定不能再收做徒弟。另一个则是蕾娜，自从把她交给拉基斯去训练后，她的进步空间完全受到了拉基斯的实力限制，所以届时我必须再给她额外找个剑术师傅。此外还有梅雅，她把我传授的修炼当成了游戏，目前的进展相当的可观，唯一美中不足就是海斯这个徒弟，由于他的特殊倾向中有 S 级的现身，这就表明他完全能够觉醒成为治愈师这类职业。要知道这可是大陆总共不超过5人的最顶尖职业，可奈何海斯如何修炼，他就是总把自己的价值限制在了女仆这个框架里，导致了他一直都在原地踏步，还无法完全觉醒。对此奥利莲老头做出了官方解释，这女娃打从一出生起就当了女仆，23年的习惯也不是说能转变就转变的。这其实我也想到过，但我总感觉海斯的内心还有下意识的防御机制，或是悲观主义在隐隐作祟，看来我必须得花点时间好好为他引导到好的方向才行。奥利莲闻言让我没必要凡事都担起责任，况且海斯也是属于我的人，至少这次可以试着相信为了我努力的他。突然间他的话让我顿时灵光一现，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于是我在感谢了奥利莲后便开门跑了出去。
去，因为海斯需要的不是我教其他3人的那种小伎俩，而是最直接的办法。下一秒，只见在我的身后突然冒出了手拿双剑的士兵，他收到了我给他下达的命令，在我的腹部位置轻轻地划上一道80厘米的口。等海斯赶到现场时，我已经是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是怎么一回事？闻言，在旁的士兵便解释道：“领主大人，这是受到暗杀者突刺，现在正处在昏迷当中。”此刻的海斯浑身颤抖了起来，他虽下定了决心成为治愈师，但真正面对伤者时却感到了极其的无能为力，更何况还是他最喜欢的领主受了重伤。可也正是海斯的这种感受，让他终于敢于迈出去做女仆之外的事。只见海斯的双手陡然间爆射出了刺眼的亮光，而这也意味着他成功觉醒，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治愈师。只是就当海斯得知我的受伤不过是眼的一处戏时，他当即就哇啦啦的大哭了起来。但他并不是气我骗了他，而是我不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为此我也做出了解释，其实我流的血大多都是动物的，伤口并不是很深。总之你应该开心才对。结果海斯直接头也不回的往外跑去。奥利莲见状轻咳了2声，其实我当时说给领主大人的那些话并不是这个意思。与此同时，在另一边，此时的拉基斯正行驶在暴风雪中，有一个人他必须得请回去可利比亚。而在与欧森老先生见面后，拉基斯便拿出了我研发的特效药作为礼物。欧森见状确实有些震惊，但他还是对先前那个领主有这么大的变化感到不可思议。闻言，拉基斯也是直接步入话题，其实这次我特意来找你，就是领主大人吩咐的，他想要退隐的你重新复出。怎料听闻此话，欧森却是哄堂大笑了起来。当初他轻易就舍弃了我，如今又随随便便就叫我回去辅佐他，看来我对他的质疑果然没错。拉基斯表示不管现在欧森现在是怎么想的，但还是请他先到蜕变重生的可利比亚看后再下定论。而也是拉基斯的这句话，让欧森的内心开始有了些许动摇。反观此时的我，正带着海斯和伊莎贝拉在酒馆吃着饭，可殊不知我居然连吃个饭都出现了意外之喜。我遇到了一个实力超强的女剑士，她的所有都让我没办法忍耐得了，这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她是正魔两立的 NPC 女剑士，只因她的行事作风就是只要有钱拿，就连魔王军也会义不容辞的帮，真正诠释了什么才叫做有容乃大。而在我看到艾拉的第一眼时，我就断定她就是可以教蕾娜剑术的不二人选。除此之外，在她身旁的角色也是重量级别的存在。在圣魔大战爆发的5年后，克洛伊会以妖精女王之姿登场，也是研发团队刻意隐藏背景故事的神秘 NPC。可在我的印象中，艾拉并没有来到过北部的记录，而这时间点也不会出现关于克洛伊的任何行动。不过管这么多干嘛，倒不如赶紧跟他们套个近乎先。怎料我才刚想好好介绍下自己，就立马被艾拉给摆手拒绝了。他表示我太小了，对我没有兴趣。这沉重的打击顿时就让我喘不过气来。特么到底说我哪里小啊？我好歹也是25岁的蓝海年纪。可突然间，海斯对着艾拉怒斥道：“小姐，你怎么可以如此无礼？这位是我们可利比亚的子爵领主。”同时，海斯的话也暴露了我精心准备的伪装。好在大家仅仅是惊讶罢了，并未引起什么骚动。反观艾拉，则是恶狠狠地站起身来：“特么，我也是个子爵，难道你以为天底下就只有你家大人有爵位吗？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个最下等的女仆吧？”眼见事态愈发不可收拾，我赶忙解释道：“误会，都是误会，我其实是有事想要委托你，不过报酬方面的问题，我们得先换一个地方再好好谈谈。”在这之后，我便带着艾拉他们来到了可利比亚领地。至于委托的事，当然就是想让她成为蕾娜的剑术指导，同时我还给她开出了1年5000枚金币的报酬，外加包吃包住。要知道这钱换算成现实软妹币就是50亿元，我相信艾拉没道理会拒绝的。艾拉显得有些疑惑，克洛伊成为我的徒弟也才没多久时间，况且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北部，按道理你应该不认识我才对，你怎么就相信我不会拿钱不做事跑路？闻言我则是回应道：“我当然不相信此刻的你，我相信的无非就是等收下钱的你。”他的个性自然是被我掌握的透透的。虽然按剧情线的发展，艾拉会因为这样的个性不受到任何势力的欢迎而惨死，而对于我的回答，艾拉相当的满意。这是我这2年半以来听过最性感的一句话。我接受你开出的条件。至此，关于帮蕾娜找师傅的问题就完美的解决了。很快时间便来到了深夜，由于在我脑中关于帕拉迪索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消失了不少，所以我决定利用领地还没真正发展起来的空闲时间继承了笔记。为了保密性，我还专门用了没人看得懂的现实文字。等到了第2天一大早，蕾娜便开始在艾拉的指导下训练了起来。可这初期的训练未免有一点恐怖吧？这要是训练个1年半载，蕾娜后期不得变成金刚芭比？随后我询问艾拉，明明是接受同样的训练，克洛伊看上去却似乎一点都不觉得累。艾拉则表示世界如此之大，不是只有蕾娜这么一个人才，并且他还敢断定先前指导蕾娜的师傅顶多也是个被我5秒内就能取掉首级的弱鸡。原来以拉基斯的实力，在大陆等于5秒就会挂的人了。接着艾拉还指出蕾娜没有好师傅教导还能大幅成长的原因，都得亏有那个魔法装置，不仅设置了4个方向，还能射出4种不同元素的魔法。他很佩服我居然能找到如此适合蕾娜现阶段训练的手段。自然我不可能说这是游戏中的漏洞，于是我直接就拿东方大陆来当挡箭牌，这是东方大陆才有的修炼法。而关于这个漏洞，是因为要是反复的修炼相同的属性，能得到的熟练度就会大大减少。可要是有4种属性的话，就会被系统自动辨识为战斗轻松避开限制。不过让我有所惊讶的是，艾拉明明没有洞察之眼，却能精准的点出蕾娜的状态。看来往后在蕾娜的训练上不需要我操心了。
此外，还有另一个好消息传到了我耳中，我研制的农药让奥利莲管理的农耕不会再饱受害虫的侵害，并且由于农民们异口同声的感激我的恩德，让领地的忠诚度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值200点，直接从小黄金期转变为了黄金期。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领地的生产力将提升100%。结果还没等我高兴多久，马略卡领地的阿克隆突然找上了你，他表示他这次前来是为了传达马略卡领主的亲笔信。与此同时，我的面前显现出了一个弹窗，任务龙虎相搏已启动，对方与您同为4级魔法师，除掉他将获得智慧15点。而见对方的嘴脸假惺惺的要死，随即我便也有样学样的恭迎他的到来。上回帮你们处理点危害社会的畜生，贵领主可还满意？阿克隆听罢也只能附和的笑，虽然这一畜生他也有份，那满意程度可是不要的。所以这次的亲笔信也是有关这方面的事情。等接过后，我粗略的看了一遍，大概意思就是他们马略卡想要跟可利比亚和平相处，还说什么这只是永恒友邦的开端，真特么就话里行间没有哪句话是真的。于是我暗自不爽的回应，我比任何人都期盼咱们两领地间的和平，过几天我会亲自送上最高纯度的魔晶石，希望以此作为彼此友好的见证信物。而等阿克隆走后，我便来到了后山练习射箭，可拉基斯从刚才就一直纳闷的很，随即便悄悄的询问我究竟为什么要对马略卡的人放低姿态，毕竟就算不迎合也是无所谓。我则是笑眯眯的解释道，在战场上御敌时拔剑以对确实是对的，但在公共场合上当然需要笑脸迎人。听闻此话，拉基斯瞬间悟了，高明，太高明了，居然能如此巧妙的让敌人放松警惕。见拉基斯这般的大惊小怪，我也是赶忙让他小点声为妙，搞不好周围有马略卡的眼线也说不准。而为了纪念领地迎来了黄金期，我也是打算在这里举行一场简单的宴会。可从宴会开始后，我就一直秉持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我早就猜到领地里一直存在着间谍。果然在所有人庆祝的时候，有一个人连声招呼都没打就离开了。透过洞察之眼分析，此人名叫托夫，之所以让人不轻易觉察，是因为他的特殊倾向中有着 C 级的伪装术和侦查。不过若是马略卡真的听信间谍的情报出兵攻打我的领地，那天也就将是他们踏上通往地狱的黄泉日。而这一天也终于在1个月后来临了。霍尔库斯率领着马略卡大军开始攻打我的领地，并大肆放言可利比亚即将落入他的手掌心中。此时随着霍尔库斯开始发军攻打，很快就将可利比亚领地外围的4道防线给一一突破。反观我则是将主要兵力都汇集在了最后1道防线上，虽然只有区300名士兵，但我已经完美运用了地理优势，将这道防线打造成了最坚固的阵地。而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那100名自愿申请上战场的平民，所以我特意叮嘱拉基斯以最好的方式去保住每个人的命。在这之后，我便决定独自前往另一处地带准备迎敌，因为在战争没发动前我就猜到了马略卡和罗内拉这2个领地会组成联合军，并且他们一定会兵分2路进行攻打。先前那个打扮成樵夫样子的家伙，如果真是有实力的间谍，肯定已经发现到了另一条能通往可利比亚领地的小路，所以他们必会觉得从这里兵分进攻就能打一个出其不意。不过以我一个人的实力，自然是没办法阻止数千人的围攻，所以我早早就利用魔晶石的特性，制成了形同地雷的魔法装置，其爆发的威力可是堪称4级的魔法，所以我要利用它将敌人一网打尽，我的领地不会变成战场，所有妄想从这道小路进攻的敌人都会被炸成粉身碎骨，这里将成为他们通往地狱的黄泉路。反观拉基斯则按照我的叮嘱，开始催促所有非战斗人员立马从阵地撤离。他表示对方光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士兵就超过了1200名，怎料他的话还没说完就遭到了所有人的强烈反对，我们的领地就应该由我们自己守护，领主大人好不容易将这片贫瘠的土地改善的是1人居，绝对不能拱手相让给只会犯罪的马略卡，与其在逃跑时被杀，我们宁可因奋战献身。而平民异口同声的话，也是把拉基斯的思绪拉回到了那一年。那年是可利比亚前领主去世的时间，当时他的好友劝说拉基斯跟自己投靠别的领地，可拉基斯拒绝了，他始终相信可利比亚一定会有未来的。而今天正是拉基斯所期待的未来，最终他同意平民留下来作战，还给所有人发放了跟士兵同样的武器护具。这时一个哨兵突然来报，他焦急地说敌人已经距离阵地不到10公里的距离。闻言拉基斯当即转身看去，却发现从大陆攻打的战力并不是马略卡，而是罗内拉的领主巴特曼。此时巴特曼得意极了，却完全不知道他们的行动尽在我的掌握之中。杰瑞德呀杰瑞德，突然间见到出现的是我们，肯定又惊又恨吧。不过要怪就怪你自己，你肯定是打算想尽办法在这条大路上挡下敌军，把兵力全部安排在了这里。殊不知霍尔库斯早已潜入你的领地附近。可就在巴特曼狂妄地宣布可利比亚领地到此为止之际，下一秒他人就麻了，神马玩意！因为此刻出现在他面前的并不是杰瑞德本人，而是伪装成跟我身穿一样盔甲的小士兵一个。至于另一边躲在我方的托夫也是纳闷不解，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一切都是陷阱。他自认为自己的行踪没暴露是错误的，直接就导致了他所有收集的情报全都变了头。现在他必须赶紧跑路，并把这件事汇报给霍尔库斯。岂料我早就派人守株待兔，只要托夫有不寻常的举动，就可以把他送去黄泉路报
报道了，果然和领主大人说的一样，有间谍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先前在领地里散播罗内拉病的家伙就是你吧？按照我们领地的法令，你这种家伙就算死个180遍都不足以抵消罪行，现在你只需要死一次就行，也算是便宜你了。与此同时，在另一边，霍尔库斯正大肆的行驶在小路上，他还嚣张的命令所有的马略卡士兵，胆敢反抗的人统统斩断四肢，甘愿投降的就在脖子套上项圈带回奴役。只要能拿下这场战斗，我们今后的生活必将衣食无忧。所以众将听令，给我高举武器，猎杀时间已到。结果就在他话落的瞬间，霍尔库斯一样也是立马当场，因为本应该不会出现在这里的我，却出乎意料的现身在此。没想到吧，霍尔库斯，不过我觉得你们应该高举的是盾牌而不是武器，因为接下来我要把我精心准备的大礼送给你们，如果抵挡得住的话，那也只能算你们命比较大。而随着埋在地下的魔法装置全被我激活后，阿克隆也是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他感受到了无数从地面传来的魔力流动，于是他当即就施展起了防御魔法，并命令那3名高价雇来的魔法师也一时施展。可尽管如此，在大范围的爆炸下，不会防御魔法的士兵只能任由爆炸射出的子弹一一贯穿，亦或是被熊熊的火焰湮灭其中。同时爆炸所产生的动静也被在大陆上的巴特曼给觉察到了，而他的第六感也在隐约的告诉自己，现在情况变得相当不妙，马略卡大军肯定是遭到了埋伏。不过巴特曼很快就镇定了下来，他觉得就算没有了马略卡，自己率领的部下也有个1800，于是他当机立断放弃了原先的计划，就由他们罗内拉来歼灭敌人。毕竟在跟马略卡结成联合军的那一刻，他们也都是个怀鬼胎，只要攻打下了可利比亚，那接下来就是马略卡和罗内拉的决一死战。此时随着爆炸的烟尘散去后，霍尔库斯的一只手遭到了重创，至于他的士兵以及雇来的魔法师，阿克隆汇报说是全军覆灭了。听罢霍尔库斯后悔极了，他万万没想到我居然拥有如此强大杀伤力的武器，现在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阿克隆身上了。可就在他刚想让阿克隆想办法撤离时，我一个闪身突然出现，用手死死地掐住阿克隆的脖子，并利用浮空魔法径直地朝高空疾驰冲了上去。反观看着我居然有如此实力，阿克隆也是意识到那会我是为了隐藏实力才故意放低姿态的，我对他现在才知道感到了同情。等距离地面足足有10000米过后，我便松开了阿克隆，让其自由落体运动，并且我还给了他2个选项，是要为了避免高空坠落而死使用飞行魔法采集杀，还是说展开防护罩抵挡我的冰风暴魔法。此时此刻阿克隆吓得都尿失禁了，最终他也是被迫选择了施展防御魔法，想法先抵挡住这道攻击，再在落地的瞬间用飞行魔法减缓冲击力保住性命。殊不知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当中，我虽然说给他选择的权利，但可没说射出冰风暴魔法后的我就不继续攻击了。随即我送上了增强力量的一拳，将阿克隆的防护罩给打碎掉。紧接着为了彻底送上致命的一击，我使出了地球上头的招式，把他紧紧的锁住。反观阿克隆则是瞥见了下方的紫色法阵，于是他便开始得意洋洋了起来，他自认为已经彻底搞懂了我的计划。随即他也是同时使用了增强力量的魔法，轻而易举就挣脱掉了我的锁技。这都是因为阿克隆是能将能力值适当均衡分配的4级魔法师，虽然在近身战展现了超弱的一面，但在魔法领域的造诣上，他可一点都不会觉得会输我多少。你特么就乖乖给我束手就擒吧，凭你这防护罩可挡不下我的这一击。而在我的防护罩被打碎后，阿克隆也是继续嘲讽道，你杰瑞德究竟只会耍小聪明，我已经识破了你的小伎俩，你打算在最后落地的瞬间利用下方的空间移动魔法次元门逃出升天，我则是在无法抵御强大的降落冲击下坠毁而死。本来还以为你的4级只是华而不实，看来是我阿克隆小看你了，可殊不知阿克隆很快就会因为他的自以为是付出应有的代价。男人从10000米的高空急速下坠，可他非但没有丝毫的恐惧，反倒还想利用高阶魔法产生的反作用冲击，只为能让自己下坠的速度变得更快。原来就在我准备给阿克隆施展出一招地球上头之际，他却在不经意间瞥见了下方的空间移动魔法，便就自以为是的觉得摸清了我的下一步计划。于是他赶忙施展了力量增加魔法，轻轻松松就挣脱开了我的锁技。别以为你这点小伎俩就能打败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打算利用飞行魔法，无法在近地面时抵抗垂直降落的强大冲击，让我坠落而亡，而你则趁机通过次元传送门逃出升天。虽然先前的我确实有点看不起你跟我同属4级魔法师，但现在我暂且收回这句话，你还是够格的。此刻听着他的话，我也是立马改变了对策，并且顺他的意摆出了一副被拆穿后的难受感。阿克隆见状便追加了自己最强劲的4级魔法好火球，不仅起到限制我行动的作用，还能加快自己的下坠速度。接下来轮到你选择了废物杰瑞德，是要使出全力挡下我的攻击，还是使用飞行魔法停止坠落？只可惜我给到你的选择都是死路一条，因为阿克隆觉得就算我还能在他的这一招中活下来，他也是第一个进到次元传送门的，要是敢跟着进来，他定会立刻遭到自己的反击。可殊不知阿克隆才刚被传送，他的脸色就当即变得难看了起来。次元传送门连接的位置并不是安全地带，而是一个提前设置好的陷阱。等我也传送过来时，我看着被数十根长矛贯穿身体的阿克隆，不禁嘲讽道，看你的表情似乎是很好奇自己究竟是哪一步出错了。但我想说的是，从你开始觉得次元传送门连接的位置是安全的，你就已经大错特错了。况且我的冰风暴魔法是由上往下发射的，这会加速你的坠落。此外我故意被你的拳头给打中，自然是顺你的意来。既
然你那么想要自己进入次元传送门，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给你。自古都说傻人有傻福，可你这种傻子却自以为聪明的胡思乱想，直接演变成从头到尾都要被我的伎俩摆到。但你也没必要觉得难过，你都犯下了诸多的恶行，也是时候去黄泉路上好好反省反省。而在把阿克隆给消灭掉后，我也是完成了龙虎相斗的任务，获得了15点的智慧作为奖励。只不过这算哪门子的龙虎相斗？阿克隆这家伙甚至没能在我的衣服上留下点伤痕。而在大陆那边，可利比亚临时组凑的400多人军团根本就遭不住罗内拉1800名士兵的连环轰炸，最后一道防线也来到近乎崩溃的局面。同时拉基斯发现到了一群正在老六的敌军，他们居然越过了对抗环节，直接朝着可利比亚的后勤猛冲过去。眼见海斯等人就要惨遭毒手，殊不知就在下一秒，敌军的士兵突然就被一股不明的力量给抡飞了。拉基斯高兴极了，因为保护后勤的人正是先前他依我的命令前去请回的欧森。不仅如此，他还带来了曾经可利比亚前领主巴雷特亲卫队100人，以及别动队900人。而欧森先前之所以如此的怨恨我，是因为原身强行给他下达了退休的命令，即便欧森极力的解释自己是誓死效忠可利比亚的巴雷特亲卫队，可却还是被原身以父亲不在了为由给终止了话题。但欧森其实都明白，浪荡的原身之所以解除了包括他在内的资深军人的职务，真正的原因是财政匮乏。至于原因，当然就是原身肆意的花钱潇洒，过着骄奢无度的生活所导致的。这也让那些看准机会的虫子趁机掌握了可利比亚。而关于可利比亚如今出现的变化，其实欧森他们都觉得只是偶然，秉着怀疑的态度。但直到亲眼目前了越发繁荣的现状后，他们才念在前领主生前积累的仁德，决定再给可利比亚新任的领主一次机会。关于亲卫队，他们从过去就是陪着巴雷特一起征战的勇士，有着罗内拉以及马略卡军都望尘莫及的经验与实力。于是在欧森的带领下，罗内拉也是很快就被打到溃不成军。无奈之下，巴特曼只好选择撤军跑路，否则等我这个4级魔法师赶回来，那可就只有死路一条能给到他。反观此时的我，则是追上了正在逃跑的霍尔库斯，而从他被我躲过去的那一拳，我敢断定他的实力无非就比拉基斯要强那么一点。这时霍尔库斯突然对我发起了牢骚，有种的话你就下来跟我打，不要卑鄙的只会飞在空中。闻言我当即就施展起了火焰魔法，要我下来可以，但你同样也得从你那小马儿上滚下来。此时只见一大坨火焰瞬间就将霍尔库斯给包裹了起来，而在我的这一招下，霍尔库斯也是直接就被我打到残了一大半。我早就知道你们压根没有要和平共处的意思，所以我才低调的隐藏实力，为的就是将你们统统一网打尽。说着说着，我又是几发魔法导弹就射向了霍尔库斯。罗内拉领地的烂摊子我会给你收拾的，我要清除掉所有存在的脏东西，把它一举改成最纯净的领地。可就在这时，霍尔库斯突然发出了阵阵冷笑，别以为杀了我一切就能得以结束。帝国的骑士团团长是我亲舅舅，要是他知道我被你杀的这件事，肯定会立马率领骑士团来替我报仇的。听罢，我则是拿出了那本承载着我对帕拉迪索所有记忆的笔记。知道这玩意是什么吗？现在我就来看看你刚说的布洛克斯伯爵会不会来替你报仇。此话一出，霍尔库斯人都麻了，你这家伙怎么会知道我舅舅的名字？我则是回应道，这本笔记可是老子不吃不喝通宵了整整1周写成的，里面有着专属于我的个人攻略以及人物记载。当时在写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你跟布鲁克斯伯爵有点关系。但你当真觉得堂堂伊蒂玛帝国的骑士团团长真会这么无聊来救你吗？就算他会来，这相隔5000公里的距离，其中可是有着4个王国以及14个领地，来的过程或许有那么一点点的难。如果你的脑子没问题的话，应该能猜出来跟不来的可能性哪边更大一些吧。甚至我还知道他是个对名誉很执着的人，对他而言，你无疑是一颗绊脚石。要我说，你就算死个上万遍他都不会鸟你的。至于接下来，当然就是赶紧送他去跟阿克隆一起好好反省。此时随着我施展起了大范围的冰冻魔法，我便询问霍尔库斯在临死前还有什么遗言。结果这家伙居然拔出了我插在他大腿的短剑，朝着我的位置就猛扑了上来。反观我则是在一念之间就让这莫大的冰冻魔法全部都攻向他。最终霍尔库斯被冻成了冰雕，而他嘴里发出的凄惨哀嚎声，我就当成是他死前的遗言好了。等消灭掉了霍尔库斯后，我也是完成了第一次领地战胜利的任务，并获得了50点魅力的奖励。不过我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也是赶紧换上马略卡的服装后继续出兵。毕竟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始终只有一个，拿下罗内拉以及马略卡这2块领地。最终的结果是马略卡在一夕之间江山易主，罗内拉那边则是出了点小插曲，这都是因为一名本该不出现的大人物登场了。此人便是米塞利亚领地的领主卡普利伯爵。你猜的没错，他此次前来就是来当和事佬的，表示既然可利比亚已经跟马略卡合并了，那就代表着问题的主因已被根除。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毕竟自始至终我都没说过这问题的主因只出在一个人的身上。闻言卡普利便给出了一个建议，那就让巴特曼领主向你们可利比亚支付赔偿金，并缔结休战协议。此时我趁着他说话的间隙赶忙发动了洞察之眼，这才发现原来这个卡普利是想要独占罗内拉领地。可由于这家伙的特殊倾向，要么是 A 级坚韧皮肤，要么是 B 级魔法抗性，妥妥就是魔法师眼中的人形坦克。凭借我现在的实力，想要违逆做出反抗根本就不切实际。再加上他的
领地大小和士兵都是目前可利比亚的2倍以上，乃是中等领地的佼佼者，所以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先答应他提出的建议。反正到时候我会从大陆北部往中部方向前进，中途就必须经过米塞利亚领地，届时再好好跟着傲慢的家伙算今天结下的账。画面一转，时间很快来到了深夜。此时在马略卡的一处地方，一支效力于霍尔库斯的犯罪团伙正收拾着钱财和面粉，准备偷偷来一波连夜跑路。可殊不知，他的计划早已被我给识破了。哪猴啊，法路亚，你这么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潇洒？这是一枚能100%克制魔法师的神器怀表，名为空间扭曲，只因它能在使用者的周围制造出一个半径20米的光圈。任何魔法师都必须要踏入这个领域，否则所施展的魔法都将被限制到近乎静止的状态。此时随着我蹲点抓到了准备跑路的法路亚，我便故意打趣的询问道：“哪猴啊，法路亚，这么晚了不睡觉是准备回家找女朋友吗？正好我手中有点资源，要的话我可以推荐给你。”法路亚则嚣张的回应道：“老子可没空在这里陪你玩。”说罢间，他的手便顺势打开了胸前的怀表，这便是他持有的神器之一——空间扭曲。见状，我当即就发射出数枚魔法导弹，老子比你更忙，不只要抓你，还得抓其他犯罪组织。而就在魔法导弹即将命中法路亚之际，空间扭曲骤然间闪起了刺眼的亮光，紧接着在法路亚的周围便生成了一个半径20米的光圈。只见原本还高速的魔法导弹瞬间就跟停止般飘在空中，这一幕可把拉基斯给惊的下巴都要掉了。难道说法路亚也是名魔法师吗？对此我给予了否定答复，并解释说之所以会这样，都是受他胸前那枚神器能力的影响。可目前我还只是个4级魔法师，要是能使用5级以上的魔法，就不会受到神器的限制。而为了让攻击见效，无论我愿不愿意，我都必须靠近到距离法路亚20米的范围以内。犯罪组织德克拉赫雷的头目，我要在这里当场处决掉你，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听闻此话，法路亚便询问我，难道不觉得累吗？明明战争才刚结束，就这么急着想抓他，要不这样，你给我开个价，咱们一手交钱，一手当瞎子没看见，别再管我们的事了。我实在不想带着弟兄们跟新领主您发生正面冲撞。确实，要是真在这里打的话，拉基斯他们的确很可能会受重伤，甚至是丧命。但如果我在这里放走法路亚，法路亚今后的未来可是会跟蕾娜一样成为魔王军的一员，你的钱反正也会是我的，你没资格和我谈条件。眼见收买计划失败，法路亚便当即掏出了他的另一柄神器，乃是对魔法战特别锻造的抗魔剑。不过是赢了一个小小的阿克隆，就如此的狗眼看人低，老子的实力可比他要强得多。殊不知也正因如此，我才一点都不畏惧。当我的等级比对手低时，德鲁克的手镯就会触发选项5，致使我的力量智慧数值都提升到原来的2倍。准备好做一场好梦了吗，混账玩意！话落间，大战也是一触即发。此时看着朝我快速袭来的法路亚，我便准备使用魔法导弹来逼迫他走位。岂料法路亚一上来就放出了自己的杀招快刀漏，轻轻松松就砍爆了我的攻势。由于法路亚清楚魔法师最忌惮的就是敌人近身，所以他便就不断发疯似的朝我猛扑而来。反观身后的士兵见我似乎受到了威胁，当即挺身而出，想要替我阻止住法路亚近身的打算。可对此我却是慌张极了，毕竟双方的实力差距太悬殊。结果还没等我命令他撤退，法路亚的一剑早已落在了他的盾牌之上，并将其劈成了2半。好在法路亚并没有继续下死手，而是把士兵当做了跳板，顺势腾跃而起。迫于无奈之下，我只好使出了敌我不分的闪光弹技能。见法路亚已经被闪得睁不开眼睛，我又是几发魔法导弹就射向了他。当然在此等超近距离之下，法路亚自然是逃不过被轰炸的场面。与此同时，他也很是纳闷，明明这家伙的定位是魔法师，却对近身战的技巧很是上手，就连魔法导弹的施展速度和强度都非比寻常，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和4个阿克隆对打一般。难道说杰瑞德的实力已经达到了5级了吗？突然间我对法路亚鼓起了掌，不得不说你还是有点实力，但是你这种依赖于神器的本事注定上限不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可能连打我底下的士兵都费劲。法路亚闻言气得肺都要炸了，本来霍尔库斯的话就已经够唠叨，你居然比他还要多得多，可这明明就是事实，我一点都没有说错的地方啊！而且只要我在20米的范围内和你对打，你那空间扭曲不也跟普通饰品没啥两样？特么赶紧给老子闭嘴！话落间，法路亚直接爆衣，启动了他那特殊倾向暴走的第2阶段，紧接着便挥舞着他的刀朝我展开了猛烈进攻。可对此我却并不想跟他正面硬刚，而是不断的跟他拉开身位，找准一个时机。但不得不说，这家伙的敏捷还是比我要快得多，所以我只好借助地形在巷子里来回穿梭。若是遇到长长的直道，我就利用魔法攻打墙体，让法路亚没办法轻松的近我的身。可就在这时，法路亚跟开启了见闻色霸气一般，他居然预判到了碎石的下落轨迹，直接就把劣势强行转变成自己擅长的优势。对此我虽然感到了些许惊讶，但也是立马就想到了应对之策。眼见法路亚距离我越来越近，是个脑子正常的人都想得明白，接下来的一击将会是他的全力。终于，法路亚总算是挥刀砍到我了，怎料下一秒他的神情骤变，因为他仅仅是将我的披风给卸下来罢了。反观利用了闪现术躲避的我，则早已凝聚起了雷霆闪电，并且有着手镯噩梦属性的加持，其威力可是增强了不少。于是我赶忙抓住法路亚攻击间隙的这个时机，一发组合技就轰了下去。等烟尘散去后，被我这招打中的法路亚跪倒在地上，气喘吁吁。看你这副狼狈的样子，
要不还是趁早投降放弃吧。倘若是剑对剑的战斗，你的胜率肯定是最大的一方。你的速度的确很快，每一击也都是十分强劲的攻击，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完全没有打算进入你的攻击范围。而对于我的分析，法路亚也很是赞同。可他表示，刚刚的实力才不是他的全力。此刻只见他周身环绕起了凶猛的斗气，他跨越了暴走的第3阶段，直接一口气升到了第4阶段。既然你的判断力这么好，那你就来猜猜这场战斗的赢家会是谁？闻言，我则是不屑地回应道：赢家肯定100%是我，因为我有1000足的把握在手。男人拥有生气就能快速提升各项数值的特殊能力，可这却也成了他逢战必败的最主要元凶。只因他一旦被激怒，就很容易丧失理智，导致即便他能发挥超平常1000%的实力，每一招的命中率也大打折扣。而我则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让法路亚的刀狠狠地刺向了自己的身体。此时，随着法路亚开启暴走的第4阶段，他便嚣张地询问我：既然你这么会分析判断，那你就来猜猜这场对决谁将会是最终的赢家？闻言，我则是不屑地回应道：当然是我，我有100%亿的把握在手。岂料我的狠话才刚放下，法路亚一个下蹲猛的蓄力，速度尽快地化成了一道残影朝我冲来。只是看到他那副计谋得逞的样子，我就忍不住想要笑。随着法路亚的刀尖处传来刺穿身体的声音，下一秒他的哀嚎声竟响彻了全城的大街小巷。这是因为他的攻击命中的并不是我，而是他自己。反观此刻的我，则不禁咧嘴一笑：你可比我想象的还要好骗呢，法路亚。没错，我早就把打败这家伙的关键锁定在了他暴走的特殊倾向上。他不同于先前打败的德鲁克，德鲁克是处在实力逐渐衰减的状态下，而法路亚则是能在战斗中不断成长的狠角色，一旦逮到机会，就足以给到对手瞬间毙命程度的攻击。只是在身体各项数值得到踩油门般提升的同时，他的情绪也变得越发的失控。他的这项特殊倾向明显就是一把双刃剑，所以我就故意用言语激怒出最强的法路亚，再让他用最强的自己打败自己，而我则只需要用空间传送魔法介入其中，就足以完胜这场对决。接着我拿出了法路亚在秘密流通的面粉，知不知道你卖这玩意毁了多少家庭，又让多少人因此丧命？不过像你们这种8字亡命的家伙，估计也根本不在意。所以今天我就用这让不该富裕之人的不义之财，当做是陪你下地狱的礼物送给你。记得你们宣传的时候都会这么说，这东西可是爽到就算死都会笑的极品，所以你就笑吧，给老子笑着回炉重造。至此我便完成猎老虎的任务。关于马略卡领地的治安与忠诚度也是立即上升到了最大值100点。可尽管马略卡的最大势力头目法路亚已经下台，领地却也还残存着许多犯罪组织。于是我命令手下的所有人必须在天亮前把这群家伙全部一网打尽，从组织的头目开始抓起，倘若有人敢反抗，绝对不许留活口。等到了天亮后，那本该是罪犯天堂的土地已经不复存在。同时我所展现出现的风采，也让生活在马略卡的居民亲眼目睹着，纷纷开始迎接这位新崛起的王。反观拉基斯的忠诚度也是得到大幅度上升，他很敬佩我总是能运用奇妙的知识解决看似不可能化解的难题。此外，由于拉基斯的忠诚度达到了200点，他已经进入了第一次觉醒的状态。可在这之后，我很快被马略卡之前堆积如山的公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该说不说，我这根本就像是被霍尔库斯摆了一道，老子根本就没空和这些文件日夜奋战。我占领掉马略卡是有非常重要的2件事要做，其一是攻略位于马略卡附近的古代陵墓，获得更多的力量；其二是找到具备特殊技术的人才，才能将藏在地底下的资源之一凯尔迪亚开采出来。虽然这玩意问世的时候是在13年以后，但因为它的硬度比铁要高得多，所以若能事先弄到手，肯定就可以在武器方面占得巨大优势。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海斯，记得在可利比亚的时候，都是他陪在我身边帮我处理公务的。可现在他已经觉醒成为了治愈师，不能让他继续做这种不利于变强的事情。于是我决定了，从即日起，我要开启马略卡的人才发掘计划。结果我才刚旁听到有几个合适的，却发现他们不是被霍尔库斯给处死了，就是被流放，甚至是连夜潜逃了。不过既然这样，也不足以消磨完我的斗志。直到我在马略卡领地游荡了7天7夜后，我才发现这里竟真的没有半个可用之才。此刻的我只感到一种无力感涌上了我的心头，因为我的知识和洞察之眼还是头一回碰到毫无用武之地的情况。这马略卡特么妥妥可以说是被神抛弃的领地都不为过，而且由于很多领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内政方面的农业和商业的数值也是达到了很不满的处境。就在这时，拉基斯突然找到了我，他说在马略卡领地的迪巴尼村出了很严重的问题，据说该村在不久前有新官上任，但却一直没有投入工作，整天只顾着喝酒画春风图，所以村民们便就哭着跪求拉基斯务必请求我这个领主能帮助他们，让村庄能够重新运转起来。而在听完拉基斯的报告后，此刻的我早已进入红温状态，直接堪比法路亚暴走的第4阶段。于是很快我就找到了在迪巴尼村摆烂摸鱼混薪水的家伙，只是这挂满了屋子的春风图直接就让众多士兵开始沦陷其中，议论纷纷。与此同时，一具男声从暗处传了出来，请问你们来这里有何贵干？此人便是这迪巴尼村的行政新官尤利安。我对他开启了洞察之眼，却意外地发现，在我遇到的各自具备天赋的人才面前，这家伙居然是最接近完整体的一个。他的特殊倾向有 S 级的行政专家、A 级的经营高手以及 A
内级的多重业务处理能力，并且因为他的特殊倾向具有协同效果，直接就让他智慧数值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而由于对方的无理质问，拉基斯本想着抄他几句，却被我当即给叫停了。问话环节就让我来吧。所以尤利安，你为什么这段时间都没照料村庄？领地给你俸禄，应该不是让你整天饮酒作乐无所事事。结果尤利安却反手一句，这是微不足道的工作，让我干简直就是大材小用。此话一出，拉基斯想瞎了他的心都有了。知不知道现在问你话的是领主大人，居然敢说出这种不伦不类的话来。反观我则是想到了一个妙计，你到底是不想做，还是你本来就做不到？闻言，尤利安依旧保持原来的态度，他就是不想做，并且为了证明自己，他便让手下把先前积累的公务全都准备好。现在他要从小案件开始，并在2个半小时内全部处理完毕。不过在此之前，尤利安还是希望我们能帮忙拿掉这些图画。他真不知道自己平时就是随手一贴，一不小心就贴得满屋子都是。海豚知道粉丝你们都不爱看，所以这里我就全部打上克赛码了。不用感谢我，我是好人。但不得不说，这尤利安的画工真他奶奶的不错，堪称人间顶流。一个画春风图的高手，却成了我挖穿地球都想得到的完美型人才。可在村民的眼中，尤利安就是被说成是整天游手好闲混俸禄的行政新官。对此，他以为村民工作是微不足道的来回应。虽然透过洞察之眼我知道他并没有说谎，但为了让尤利安的真正实力让所有人都知晓，我便故意的去刺激他。你说你不愿意做微不足道的工作，那另一层面的意思就是你很可能做不到。对此，尤利安依旧保持原有的态度。为了证明，他还命令手下将先前所累积的公务全都准备好，他要从小案件开始处理，预计在2个半小时内全部处理完毕。最终，尤利安不仅证明了自己，还让所有人都明白他那股自信究竟从何而来。随后我便叫走了其余人，决定与他来场更深入的交流。等房间只剩下我们2个，尤利安则率先跟我道起了歉，先前没有好好照料迪巴尼村是我的错，不过那也是因为只要我有心处理，那些问题都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得到解决。对此我并没有继续责怪他，至少他让我这一趟不算白来。怎么样，我的人品有通过你的考验吗？居然被您给觉察到了。那请让我问您一件事，领主大人的梦想是什么？而关于这个问题，尤利安同样也问过马略卡的前3任领主，可他们的回答却没有一个是被认可的。因为尤利安觉得堂堂领袖野心应当要比所有领地居民的梦想总和还要庞大。殊不知，就在尤利安以为这回的结局又要重蹈覆辙之际，我的回答竟让他豁然开朗了起来。老子将会成为这片大陆最顶尖的佼佼者，绝对不仅限于一个治理小小领地的无名君主，我要当世界的主角。此刻的尤利安被我的话给震慑在了原地。这个梦想在尤利安看来，甚至要比所有生活在大陆的人加起来还要大得多。那就请您在今年年底当上伯爵，或是成为中等领地的领地，来证明您今天所说的。闻言，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如果方便的话，还请你能在一旁监督效果。突然间，尤利安哈哈大笑了起来。他表示自己当然没有理由离开一个能不断引发他尊敬之情的领主，同时这也是在有前提的情况下。若是我无法完成他提出的要求，那他便会毫不留恋的离开领地。至此，掌管马略卡领地整体内政的总行政官正式上台，由尤利安任命。而在过了差不多1周之后，马略卡很快就安定了下来，可却也因此让可利比亚的家臣们找上门来。他们在听说了尤利安的事迹后，便亲自来到马略卡，生怕年轻的行政官会让领地的经营出状况。直到亲眼见识了尤利安的实力，他们这些人甚至都开始崇拜尤利安了。与此同时，我决定取消了海斯女仆的职位。听闻此话的海斯不明所以的浑身颤抖。难不成您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资格继续当女仆吗？虽然对他的脑回路有些无语，但我还是耐心解释道，你现在已经是治愈师了，值得拥有更好的待遇，所以可以不用继续当女仆。可即便解释明白了，海斯依旧说他绝对不要让别的女仆来服侍我，如果不让他当女仆，那他也不要当什么治愈师。此情此景下，我想杀了他的心都有了。无奈之下，也只好取消了这个命令。殊不知就在这时，在我身后的吊坠突然漂浮了起来，并发出些许灵异的声响。这玩意是我在打败法路亚后搜刮到的，名为马哈特3世的眼泪。虽然平时只是个能将所有数值提升25点的普通神器，但其实它的真正用途是能开启深埋在马略卡领地之下古代陵墓的钥匙。只是当初对于古代陵墓的位置，游戏的开发团队甚至就连个小小的提示都没给。最终之所以被发现，是因为在一个研发者的个人社交照片上，镜子所映出的画面正是古代陵墓的确切方位。如今马哈特3世的眼泪有了反应，便意味着我可以开始攻略了。就这样，我带着海斯一同前往，毕竟他的方向感比我好得多，届时能帮到我很多的忙。等找到了那棵树后，在我们周围的沙子突然莫名的涌动了起来，下一秒赫然形成了一副人脸的样子，而他便是马哈特3世最原本的模样。究竟是谁胆敢闯入朕的陵墓？殊不知就在他见到来人是我时，他竟说出了一些让我匪夷所思的话。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诅咒之人，你现在退下还来得及，否则当从你的诅咒与我的诅咒引发共鸣的那一刻起，世界将会就此堕落。反观此刻的我则是震惊不已。我记得这家伙在游戏中好像没说过这段台词，难不成这马哈特3世知晓我的存在？结果就当我想询问一探究竟时，他却以没必要再多加交谈结束了话题。既然如此，那我们只好等到了那里再见时再好好聊聊。说罢，我当即就冲他疯狂地砸去魔法导弹。而随着马哈特3世消散后，在他身后便出现了一个漆黑的洞穴，正是那古代陵墓的入口。进入后，我和海斯一起探索了陵墓的前半部分。虽然我知道这是不会有敌人出没的安全地带，但陵墓里昏暗且路线复杂，为了避免中途迷路，得做好攻略前的调查。先前的法路亚之所以拥有成为魔王军巨头的能力，都
全靠着他在这里盗墓得到的神器。至于后半部分，那就可谓是危机重重。最终的 BOSS 马哈特三世曾一度让许多公会都覆灭其中，因此我更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否则可能是一个不慎都会当场立坟原地升天。等数日后一切准备就绪，我叫上了目前所有被我认可的精锐成员跟我一同前往。你是打算让我们这群淑女等你多久啊？可恶的杰瑞德！这是一个挑战人数越多就越不可能攻略成功的普通级副本，只因在里面的每只怪物都具备一个被动，自身的能力值会根据入侵者数量的增加而上升。前世在这个副本刚被发现时，众多大型公会为了获得第一挑战成功的荣誉，纷纷动身前往，就连对副本攻略有着独到见解的知名公会也在其中，一致认为肯定用不了多久就能将其攻略掉。殊不知实际却是连 BOSS 马哈特三世都没能见到面，就已经落了个全军覆灭。而这个令所有玩家震惊的结果，也是让他们当即组建公会联盟继续发起挑战，只不过最终依旧是以失败告终。直到被我带领的小公会给攻略后所造成的热议，才让那群失败者慢慢发掘出存在于怪物身上的被动。可即便我曾经挑战成功，但我还是需要充足的准备以防万一，毕竟哪怕只是一个不慎，我都会立马原地升天。等几天后一切准备就绪，我叫上了目前被我认可的精锐成员与我一同前往，分别是伊莎贝拉、克洛伊以及艾拉。画面一转，此时的我们已经抵达了古代陵墓挑战的入口处。突然克洛伊疑惑地询问我可以理解领主大人您找他们二位帮忙的原因，毕竟师傅是高强的剑士，伊莎贝拉姐姐是咒术师，但是我为什么也……他的话没说完便被我给截停了。实话不相瞒，这里最重要的人就是克洛伊你了。克洛伊虽然很是懵逼，但他很快就会明白了。而随着我们走完前半部分的迷宫，我告诉了他们接下来必须依序突破多个石狮关卡，才能够抵达 BOSS 所在的最后一区。至于此刻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大门，便是古代陵墓真正的入口处，镇守在门外则是一些小怪尼偶士兵。伊莎贝拉，你就用我跟你说明过的方法开始吧。下一秒，只见伊莎贝拉蹲下身子，使出了一招黑体召唤技能，以此攻打了门外的4只尼偶士兵。在意识到是有入侵者后，尼偶士兵也是当即就跑上去迎敌，但也仅仅是面向于攻击他们的入侵者，直接把其余的我们给忽略越过。等轻松将这些小怪给解决掉后，伊莎贝拉感觉这情况真的很神奇，没想到真跟你说的一样，都只会攻击我，可为什么他们竟完全无视眼前的你们呢？对此我便解释道，这里的尼偶会率先攻击黑魔法师以及咒术师，很可能是因为双方有着类似的力量导致的。不过既然已经收拾掉了守门的，那就开始来波乔装打扮。没错，我们戴上了提前制作好的尼偶士兵面具，正式踏入了副本挑战。而看着面前出现的震撼场面，艾拉也是感到了些许惊讶，没想到在地下里居然有这样规模的军队。杰瑞德这家伙究竟是怎么得知这样的情报的？他有这种反应自然也是合情合理，毕竟我可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这一关卡的尼偶基本数量是在2500分，加上有增加和入侵者一样数量的被动效果，现在总共就是2504尊，因此就导致了过去那些大型公会到这里就开始陷入了苦战。不过我们之所以可以不用战斗，安全的从这群家伙身边走过，都是多亏了克洛伊在我制作的面具上赋予了伪装效果，即便他们的眼睛是空洞，智商也不高，但要是没有克洛伊的这项能力，我们就算再不显眼也很快就会被识破的。而在听到我的夸奖后，克洛伊也是立马害羞了起来，可这也直接让伊莎贝拉吃起了醋。明明刚才我的作用也很大，你为什么不夸我？无奈之下，我也只好被迫营业。刚才在入口那里的精准打击实在是太赞了，不愧是你啊，伊莎贝拉。而在这关卡的最后方，一只巨型的尼偶赫然出现在我们的跟前。见状，伊莎贝拉感觉这家伙有点类似于不死族，却又有点说不出来的不一样。闻言，我则是解释道，这是因为君王马哈特三世在长眠之前向百姓施下了一道诅咒，让百姓们变成了这类不会死又不是人的状态。由于很难让所有人都维持最初的样貌，阶级低的就会慢慢变成尼偶的样子。不过也有一部分的尼偶还保留着原本的身体，他们就是比较难对付的关卡镇守怪物。可殊不知就在这时，那只巨型尼偶突然就朝我们发起了进攻，好在我们反应及时，这才没被这家伙的泰山压顶给伤到分毫。只是在我的印象中，他应该跟尼偶士兵一样不会攻击我们的才对，难不成是游戏转变为了现实的同时，副本内也发生了些许变化吗？而随着巨型尼偶再次朝我们猛攻过来，艾拉直接就拔剑蓄力了起来。虽然他的剑气是成功把他给拦停了下来，但巨型尼偶却是连丁点被伤害的痕迹都没出现。同时这也让艾拉当即懵了个大逼，就算我没使出全力，他怎么可能连道刮痕都没有？反观艾拉的话也让我想起巨型尼偶还有一项被动，于是我在艾拉准备使出全力应对时，急急忙忙的闪身来到他的跟前，紧接着对巨型尼偶说了一句马哈特三世万岁的话。下一秒这家伙竟就停止了攻击，转身离我们而去了。对此艾拉不禁感到有些好奇，你这是什么魔法？居然只用一句话就让具备攻击性的尼偶主动离开。我则是说到算是某种暗号，并解释他之所以无法对巨型尼偶造成伤害，都是因为对方已经处在无敌的状态下了。每个入侵者会使巨型尼偶触发无敌被动的概率提高 0.1%， 只是没想到居然才 0.4%， 居然就给我们给碰上了。但同时也因为它是诅咒所诞生的产物，所以有着极其严重的副作用，比方说无法离开特定的区域，或是智商明显的低下。像刚刚巨型尼偶就是傻到无法辨认出我们是敌是友，才会二话不说就突然攻击的。而在听了我的解释后，艾拉也是略懂了一二。那我盲猜你刚才说的暗号就是类似马哈特三世万岁的话，也是他们之间为了预防这种情况发生才定下的专属暗号。只是这种事怎么连你也会知道呢？
为此我则是笑笑的回应道：“你就当做是我提前做足了功课才有的成效。”随着我们来到了第二道关卡，这次我们即将面对的敌人是马哈特三世的祭司长太阳与月亮，他的被动是智慧会依据入侵者的数量上升而增加。接下来就麻烦艾拉和克洛伊你们按照作战计划吸引他的注意力。反观祭司长则是召唤出了小怪，并给他们施加了力量和敏捷增加的魔法棒。情况也如先前的那般，这群小怪会率先攻击伊莎贝拉。与此同时，克洛伊趁着祭司长在说开场白的间隙，直接高高跃起，在他身上留下了重重的划痕。至于艾拉则是嘲讽起他们来：“我已经懂你们的阶级关系了，马哈特三世9成9是将你们当成是消耗品看待。”对此，其中的月亮头颅立马就怒怼道：“我们是君主的忠臣，才不是你口中所说的消耗品。”闻言，艾拉继续追加嘲讽：“就算你把话说的这么好听，不也是心知肚明的？你们不过只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傀儡罢了。”而在艾拉说话的瞬间，另一太阳的头颅开始反思，出现了怀疑，这也直接导致了这怪物的身体出现了分裂现象。可对此，月亮头颅似乎并不知晓，朝着艾拉就猛扑了上来。见状，克洛伊打出了一个完美配合，他先是闪身出现在这月亮头颅的背后，紧接着双剑猛砍掉了他与另一半尚未分裂开的身体，最后再由艾拉的一招贯穿突刺送上了一记致命的攻击。照目前的情形看来，这个打击敌人心智的作战计划相当成功。反观另一边的太阳头颅，他也在伊莎贝拉的色欲咒术下化敌成了手下。很快在攻略了2个半小时后，我们也总算是击溃了共计29间石室，也就是说，剩下的石室仅仅只有2间。前方的是武装将军黄金雄鹰所在的关卡，打败他的方法很简单，他的弱点是背后，只要持续攻击累积伤害就可以了。而这家伙之所以能在游戏中独立挡下整个工会联盟，都是因为他除了有着各项能力值会随入侵者的数量上升增加外，还有着一击必杀的技能。如果你们这群下贱的人不想死的话，最好别来妨碍主君的长眠。他是比 BOSS 的实力还要强大1000倍的关卡镇守卫，只因他的能力值不仅会随着副本挑战人数的上升而增加，甚至还拥有着一个超变态的技能一击秒杀。可只有我知道，黄金雄鹰在攻击近乎无敌的情况下，却有一个极其致命的弱点。此时随着我们通关了古代陵墓的29间石室关卡后，我们总算是获得了挑战武装将军黄金雄鹰的权利。至于打败他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持续的攻击他的背后累积伤害就能实现。而这家伙之所以能在游戏中独自挡下整个工会联盟围殴，都因为他那逆天的被动跟一击必杀的技能。如果你们这群下贱的人不想死的话，最好别来妨碍我们皇帝的长眠。此刻听着他带着威严的话，伊莎贝拉不禁感到了对方传来的强大杀意，仿佛下一秒就能将所有入侵者给生吞活刨。突然间，黄金雄鹰注意到了化敌为手下的祭司长，你居然跟入侵者站在一块，那我是否可以视作你已经背叛？闻言，祭司长吓得当场尿失禁，并表示自己之所以回来这里是有苦衷的。怎料黄金雄鹰根本不听他的解释，就将其给一击毙命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背叛都将罪不可赦，只要我们每活一天，就都要时刻赌上性命向皇帝效忠。反观我则是告诉身后的队友，接下来我会负责拉10秒的仇恨，等时间一过，你们就开始尽全力的攻击。说罢，我先是一发超大的火球术就轰了上去，而这一招也是成功的命中了站在原地不动的对手。见烟尘散去后的黄金雄鹰依旧还在说着开场白，我便蓄起了数百发魔法导弹，并携带上德鲁克手镯的噩梦附加效果。可尽管魔法导弹像雨点一样狂落在黄金雄鹰的身上，但对其造成的伤害依旧是微乎其微。下一秒，只见黄金雄鹰的一击长矛陡然间贯穿而来，好在我反应及时，快速躲过。只是黄金雄鹰的速度也毫不逊色，早已向我发起了第2回合的进攻。而为了限制我的移动，他还朝着前方上下左右的方位各来了一枪。为此，我也只能使用闪现术来进行躲避。果然，拥有着一击必杀的枪就是不同凡响，能直接使得攻击力瞬间暴增至1000%的能力，哪怕只是轻轻碰到一下，都可能当即毙命当场。并且在被动的加持下，黄金雄鹰这家伙的速度快过了法路亚，防御力更是完胜卡普利。只不过这一次我并非还是孤军奋战，随着10秒的拉扯时间一过，克洛伊当即闪身来到对手的背后，给予了贯穿一击。此刻的黄金雄鹰气得肺都要炸了，却不料恰恰是落入了我们的套圈之中，他的视野瞬间就变得模糊了起来。没错，伊莎贝拉对他施展了咒术控制，未经老娘的允许，谁敢动我老公的一根汗毛，我就跟谁急。反观黄金雄鹰则趁着被控的时间开始分析局势，看来那个率先出面担任先锋的魔法师是位有着出众实力的高手，一开始朝我发动火焰魔法，单纯就是为了遮蔽我的视线，以此让他的战友能分散至各个方位进行攻击，这也是唯独人数少的团体才可能做到的优秀战略。可就算黄金雄鹰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在一时间内他还是无法摆脱我们的连环轰炸。而在感受到自己这具腐败的肉体没办法撑太久之际，黄金雄鹰当即想到了一个应对之策，认为这足以立马化解他目前的处境。随即下一秒，他便一个闪身来到了我的跟前，这便是他的策略，准备率先解决掉我这个看似像领头羊的魔法师。见状，我则是当即施展起了迅捷魔法提高速度，不料却被黄金雄鹰的特殊倾向探知给提前预判，最终他的长矛仅在眨眼的功夫就戳烂了我的身躯。策略确实是成功了，可黄金雄鹰却是一点都开心不起来。没错，我早就预料到他会做到这一步，所以我便使用镜像术制造出了
数道幻象分身，而由于黄金雄鹰始终无法找到击溃我们组合的突破口，所以在被我们进行了长达1小时的轰炸后，他的血条总算是被我们给磨光了，并且在临死前他还说了一些话。虽然我很想用完好的肉体再跟你们打上一场，但似乎这根本就不现实，因为你们战胜了我，所以我要带着敬意给你们忠告，凭你们目前的实力，甚至没办法与伟大的皇帝同处在一个空间内呼吸。倘若你们还要执意前行的话，那不久之后你们就会与我在地狱再度相见。至此，这场战斗我方取得了完胜的战绩，同时我也很感激艾拉能听话不参与战斗，让我们在这场生死攸关的交锋当中皆以惊人的速度获得成长。这时伊莎贝拉捡起了黄金雄鹰掉落的一件衣服，只是由于是在陵墓里的，似乎并不吉利，指不定上面还附加着某些诅咒，正准备将其销毁掉，却被我一个闪身就给夺了过来。这玩意可是大陆上仅此一件的珍贵甲衣，掉落的概率超级的低，其上可有着传奇铁匠罗哈德的灵魂，只要穿上它就会放出一道奇异的立场，面对剑士攻击堪称是无敌的存在，甚至他还不用脱掉原本的甲衣套上加套，简直就是完美的杰作。可即便我说的是那么的尽兴，对于伊莎贝拉他们来说就有多么的嫌弃。果然女人根本不懂男人的快乐。不过回想起来，前世拥有这件甲衣的家伙居然骗了我，当时他向我炫耀这是他自己锻造出来的，我还给了那家伙一堆金币，不然他还不乐意告诉我关于这件甲衣的相关信息。虽然很想抄他几句，但心想也是上辈子的事了，再追究下去也没有啥意义。在这之后，我们便来到了这古代陵墓副本的最后一道关卡。对此伊莎贝拉也是自信满满，就让我们靠着刚才的气势拿下这场胜利。殊不知我接下来的回答竟让他们都摸不着了头脑。这一关你们3个只能待在外面，由我一个人来打败最终 BOSS， 因为马哈特3世会发出各种诅咒，光是被扫到都可能会精神崩溃。而先前我从德鲁克宝库那里夺得的名为圣人格纳西亚的戒指，刚好其效果就有对所有的精神系削弱魔法起到免疫的效果。但我叫你们待在这里，也并不是让你们仅是静静的待着。等我在里头战斗的时候，伊莎贝拉，你要吸收从这个小洞外泄的魔气，它等同于纯粹的毒气，就算多少会伴随疼痛的副作用，你也要尽量吸收。闻言，伊莎贝拉也是清楚了我的意图所在。你想的真周到，这魔气可是能直接变成我的魔力。至于克洛伊，我希望你替我守好入口，别让其他尼偶来妨碍到我。突然间，艾拉期待的询问道：“那我呢？我需要做什么牛逼哄哄的事？”无奈我只好也给他安排了一项最为重要的任务：保护魔晶石，保佑保佑！希望艾拉不要有想到我的心。画面一转，此时的我已经越过大门走进了最后的关卡，但在挑战开始前，我必须小小的报仇一下马哈特3世才行。谁让他之前对我询问的问题置之不理，那就别怪我故意去刺激他的洁癖。这是一个人数越多就越不可能攻略成功的普通级副本，只因在里面的怪物都具备一个强大的被动，自身的能力值会根据入侵者的增加而上升。而如今我已经将除 BOSS 之外的镇守卫全部铲除，接下来就是找马哈特3世好好算前些天的那笔账。谁让他对我询问的问题置之不理，那就别怪我故意去刺激他的洁癖。于是我便趁着他还没苏醒，拿出一根能在墙面画魔法阵的道具开始作妖。随着时间过去了2个半小时，处在沉睡中的马哈特3世总算是从棺材板里苏醒了过来。此刻的他跟游戏里的一样，居高临下的说着开场白，怎料下一秒他就猛了个大逼。只见房间内的地面以及各个角落都被画上了各种各样的涂鸦。你这家伙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在陵墓里胡作非为，知不知道朕最讨厌肮脏的环境？你爷爷我当然再清楚不过，甚至我还知道你的沉睡是为了复活以重新统治大陆。可你这皇帝当的也太可恶，就算死了你居然也要把所有子民同你一块陪葬。对此马哈特3世则是平淡的回应道：能给朕奉献出生命是他们的荣幸，放李马的狗屁。殊不知还没等我继续嘲讽下去，马哈特3世当即就怒气上冲，朝我施加了一记精神系魔法。好在我有这格纳西亚戒指的守护，才让原本感觉全身就要裂开的我立马清醒了过来。只是马哈特3世根本就不想给我喘息的时间，下一秒他又朝我送上了一招名为无痛烙印的技能，这是会持续耗损生命力的诅咒。我知道就算自己移动位置，他也会跟着我直到命中为止。不过只要我趁快撞上的瞬间用闪现术躲开，再用先前我画的那个魔法阵来封印这招烙印，我就能逃出升天。反观见我有那么点实力，马哈特3世也是赞赏道：是我小看你了，像你这种敏捷的老鼠最适合关起来慢慢折磨到死。在他话落的瞬间，只见在我下方的位置突然燃烧起了蓝色的火焰。马哈特3世表示在我们之间没分出个你死我活之际，这道火焰墙是绝对不会熄灭的。可倘若我愿意归顺于他的麾下，他便会既往不咎饶我不死，甚至还会赐予我永恒的生命跟强大的力量。听到我则是呵呵一笑，如果像你这般的永恒，那只能说狗都嫌弃，你这无非就是彻底腐烂也死不掉的秃头骸骨。此话一出，马哈特3世可谓是气得肺都要炸了，你竟敢侮辱朕，接下来我就让你好好的见识下身为最强皇帝的真正力量究竟有多恐怖。此刻他的压迫感竟将空气给震碎了，并从中迸射出了数团巨大的火焰朝我猛冲而来。好在我灵活利用起了走位，让其撞在了一块，这才没被伤及分毫。不过现在我必须要确认一件事，马哈特3世目前的机制是否跟游戏里的一样，
随着我一发强力的火球术命中他后，马哈特三世的上半身虽然被毁，但不到2秒半的时间他又重新长了回来。看来机制没有受到变化，马哈特三世依旧有着肉体再生的能力，同时这也是我必胜的关键。那接下来就轮到朕的回合了，最好你在这一招下还能有命活着跟我玩下去。可马哈特三世不知道的是，我可是有着空间扭曲的神器，这种级别的魔法根本就不可能对我造成威胁。对此，马哈特三世不禁感叹道：没想到区区蝼蚁也会拥有着如此神器。于是他当即便使出了他最强魔法之一藤蔓缠绕。见状，我则是使出了克制的冰系魔法，勉勉强强的与其对拼成功。而在与马哈特三世进行了漫长的战斗过后，我也算是再次体验到了所谓的地狱模式，比自身魔法更强大的攻击如雨点般袭下，我都搞不清楚自己差点要丧命多少次了，魔力和体力也近乎来到见底的状态。不过我只要再稍微的坚持一下下，这场战斗的胜利终将是属于我杰瑞德的。可就在这时，马哈特三世突然莫名的思考了起来，不惜勉强自己也要对抗朕，他绝对100%是在演戏。但这样的假装拼死决斗究竟是有什么利可图，或者是在隐瞒着什么？突然，马哈特三世顿感一股头晕目眩，他很清楚这是自己生命力锐减了所出现的症状。同时他意识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难不成这家伙在地上画的这玩意不是什么涂鸦，而是魔法阵？亦是他想要隐瞒朕的秘密武器。于是马哈特三世在一阵暴怒后，瞬间就将脚下的地面给轰成了碎渣。你居然将朕的技能储存在了魔法阵里，奉还给了朕。眼见我的小伎俩被揭穿了，我也只好做出改变，执行另一计划。只是这马哈特三世有够狗的，居然说我用的这种办法超级的卑鄙。但我想说的是，这种能耗损生命力的技能不是你自己发明的吗？难不成你这是在自己骂自己？结果我的话才刚说完，马哈特三世当即一个闪身便落在我的跟前。见状，我使出了闪现魔法，本以为能轻松拉开身位，却不料我的左脚竟被他用一条锁链给牢牢捆住，紧接着将我甩飞，狠狠地往地上一砸。不得不说，马哈特三世是我目前遇到的最强对手，攻击手段还多得离谱。谁知就在我抬头的瞬间，一发紫色的骷髅火焰突然袭来，与我之间的距离也仅仅只剩下1厘米。即便我有时间施展出护盾魔法给出防御，但还是无法抵挡住这一招的威力，甚至我的手臂还被这怪异的火焰给烧伤至严重状态。结果没等我重新站起身，马哈特三世竟就把我给拎了起来，并往我的老弟位置送上了致命的一脚。这痛感差点就把我给原地送走了。特么别以为就只有你会耍这种小伎俩，朕所掌握的经验比你吃下的饭还要多得多。反观此刻我的身体也传出了警告，我的体力仅剩下10%，必须进行紧急治疗。可对此我却是不屑一顾，我使出了我目前所能做到的最大力打向了马哈特三世，但这软弱的感觉换来的只有对方的鄙视。既然你连对抗朕的力气都没了，那就给朕乖乖的受死下地狱去吧。与此同时，在我手上的戒指传出了道道戏谑的笑声。这是所有人丢掉5个亿都想得到的古代魔法术，只因它能把降低1点的体力伤害置换为20点的魔力消耗。前世的法路亚就是靠着它坐稳了魔王麾下的主心骨位置，而如今我只要能消灭掉马哈特三世，这件逆天的神器便能让我告别自己这软趴趴的身体。只不过此刻的我却面临着体力垂危的处境，甚至我还被马哈特三世给死死的掐住脖子，准备送上足以让我浑身分离的致命一击。可就在这时，在我手上的储物戒指突然发出了阵阵戏谑的笑声，下一秒只见一柄利剑当即就从中飞出，并戳穿了马哈特三世的一只右眼。我记得刚刚你说过你的经验超级丰富对吧？怎么连我这点小伎俩都看不穿啊？没错，为了能降低马哈特三世的防备且接近他，几分钟前的我只能故意被他打得还不了手。虽然中间出了点意外让我的小老弟受伤了，但其实也无伤大雅，能打败他拿到神器才是重中之重。而在将马哈特三世给捅成马蜂窝后，我便好心的提醒他，这些可都是具有套用神圣之力性质的武器，全都是我在还没来到这里之前精心给你准备的送别礼。我猜现在神圣之力应该已经顺着武器流进了你的身体。可对此马哈特三世依旧觉得无关紧要，区区低阶魔法就妄想打败朕的不死之躯。闻言我则是笑笑道，对，你说的都对，只不过我的目标至始至终都不是你，而是你的魔器。我除了在武器上附加上神圣之力外，还施加了清洁魔法。要知道魔器也是清洁魔法能进化的对象之一，就算你马哈特三世怎么肉体再生，我相信你若是丧失全部原动力魔器，那你应该9成9必将瞬间灰飞烟灭。此刻感受着身体正以不可逆的状态在逐渐瓦解，马哈特三世当即使出了传音，把目前尚且还没被消灭的尼偶士兵全都叫来自己所在的位置。可他搬救兵的这一招是绝对不可能行得通的，因为在门外的克洛伊对付他们简直是绰绰有余，就算他不小心漏掉了几只，负责看管魔晶石的艾拉便会出手协助。眼见自己的命令迟迟得不到回应，马哈特三世立马意识到我一定有其余同伙守在外头，于是怒不可遏的他瞬间凝聚起了自己的终极大招吞噬之力。朕超脱生命的士兵们已然苏醒，如今只要在这世界上登场，朕就能重新一统大陆。可你这卑贱的家伙凭什么要挡在朕的面前阻碍朕？对此我则是告诉他，因为我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统大陆的最强君主。而随着马哈特三世的攻击爆炸开来，其动静也是让在外的伊莎贝拉等人给觉察到。可殊不知等烟尘散去后，此刻赫然倒在地上的竟是我。马哈特三世却像个没事人一样，振振有词说着自己乃是不死之躯。只是他的话才说完，他的身体就已然散成了一堆泥沙，彻底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至此，我这个大陆北部最弱也是最糟的小领地领主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与此同时，见我这般狼狈，伊莎贝拉也是大哭向我跑来，老公咱们还没结婚过门呢，我可不想就这样守寡一辈子。闻言我无力的示意他凑过来些。伊莎贝拉原以为我这是想对他说点甜蜜蜜的话，怎料在听到我说的后，他瞬间无语
死了，要不是看在你是病患的份上，我都懒得理你。记得，尤其是在那边密室的古代魔法书，一定要拿上，别忘了。而在取走了所有战利品后，我们便回到了马略卡领地，其中有名为拉斐尔的药水，喝上后能瞬间获得一定的升级经验值。救赎的奥秘，当自身的体力低至1点时，将会生成对所有攻击行为都能起到免疫效果的立场，持续时间10秒钟。影像装置，只要在魔晶石上画出特殊的魔法阵，即可制作出能储存1小时的影像。匠人的刻刀，一把硬度比魔晶石还要高的魔法道具，可用于切割魔晶石，或者在魔晶石上面刻下永久标识和魔法阵等等。此外就是最为重要的神器魔力置换术，这是将自己的灵魂封印至神器中的怪才魔法师伊贝纳尔录下的5种魔法术之一，能把降低1点体力的伤害置换为20点的魔力消耗。但是在置换术使用的期间，自身的魔力回复将会被迫终止。而在之后的时间里，我靠着工匠的刻刀，在2个领地里都制作了魔晶石路灯。经尤利安的调查，路灯的出现让马略卡的犯罪率减少了将近90%。就在这时，阿尔将突然找到了我，只见他身上穿着一件奇奇怪怪的上衣，这是今年辛德斯王国的贵族男性流行穿戴的衣服。为了方便过去那边进行市场调查，我专门穿过来给领主大人你鉴赏一下。闻言，我则是回应道：虽然美的标准因人而异，但这种款式并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此刻阿尔将听得魂都飞了，这是他首次准备投资的大失败。接着我又询问起关于上次让他帮我贩卖春风图的事情，阿尔将表示全都卖光了，只是在知道居然是被伊万尼巴给收购了后，我人都麻了。这特么他要是拿回去给所有的种族都传完一遍，我堂堂高贵不凡的形象可不得大打折扣。随后阿尔将又对我说道：昨天辛德斯王国的军方专门前来马略卡造访，他们希望能签订一份魔晶石地雷的独家购买权协议。对此我当即就让阿尔将以不提供为由拒绝对方，还特意叮嘱除了每个月定好的数量外，绝对不能多向外超额售卖。除此之外，阿尔将还提到最近辛德斯王国的贵族对我的兴趣提高了不少，这是因为不管是最近我研制的农药，还是治愈罗内拉病的特效药等等，都是目前在大陆上的热销产品。我记得辛德斯是距离我领地最近的地方，也难怪他们会如此之快的出现态度上的变化。只不过我还记得，辛德斯王国马上就会有大问题出现。我明明只是北部最弱领地的一个小领主，却偏偏收到了北部最强王国国王的寿宴邀请。可按照剧情发展，这根本就不切实际。就算现在的我手中掌握着好几样大陆的热销产品，但论参与王国的重大活动，我的身份未免有一点不够格。除此之外，我依稀记得辛德斯王国马上就会有大话题出现。这回邀请我的现任国王德克9世即将死亡，直接导致4名王子为了争夺王位展开一场混战，最终由2王子以德克10世之名登上染血的王座。可问题在于，这家伙是黑魔法师教团之一乌姆布拉教的追随者，他会使得信奉神圣的国家辛德斯堕入魔道，并以此成为圣魔大战爆发的导火线。所以从长远上看，辛德斯王国是敌人一方的可能性相当之高。就在这时，海斯突然急匆匆跑来汇报情况，他说辛德斯王国的4王子即将亲自莅临拜访，目前已经越过了领地的边界。对此尤利安表示，虽然不晓得详细情况，但感觉不是什么很好的消息。反观我也亦是如此，看来终究我还是必须被迫参与其中。画面一转，此时只见一个红发男子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他便是4王子伊兹尔，而他说的话也让我化解了刚才产生的疑虑。其实这回的邀请函是我拜托父皇写的，你是第一位令我佩服的领主，我希望到时能跟杰瑞德你一起喝酒谈天。闻言我则是回应道，我只不过是个小领地的领主，并非王国大臣，您这样故意说好话会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岂料我的话才刚说完，伊兹尔便就要转身离开，看来是我白跑一趟了。但在走前他还是告诫我最好不要让这份邀请函蒙羞，否则后果我必须自己承担。自然以我目前的实力怎么可能敢去无视。这伊兹尔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激烈，通过洞察之眼我了解到了他的特殊倾向，有着 S 级的帝王学以及 A 级的拉迪乌斯神学，的确是个具有王者资质的人才。这神学也是辛德斯所信奉的。然而尽管如此，我依旧得慎重应对，毕竟我很难保证伊兹尔身边没有被插眼，还是不要太快表现出要与他维持良好关系为妙。至于接下来，当然就是让全天下都见识下我这股大陆北部新崛起的势力。与此同时，在辛德斯王国那边，一个老头正询问着2王子塔林为何找他这样的人来到这里。当然因为你是在可利比亚领地底下工作了多年，又是已经离职的人，我要你把所知道的关于可利比亚的一切都说出来，包括现任领主同其家人以及他的过去。画面一转，时间很快来到了国王德克9世庆寿的日子。随着我被允许进场后，我的出现瞬间引起了在场人的热议。毕竟关于我的传闻都是在胖子那会的阶段，与目前的我相比简直存在天壤之别。等为国王献上最真挚的礼仪后，我决定闲逛，顺便找下其余3王子的所在方位。可殊不知我竟早已被当成了猎物看待，一瞬间我就被场内的人给团围住。他们不是要跟我合作，就是要把他们自己的媳妇许配给我，只为能有机会让我到他们的领地拜托做客。不得不说他们确实有够烦人的，害我的视野都受限了。等摆脱了那群家伙的围攻，我很快就找到了大王子伊安。由于身患罕见疾病，被安排在他身边的竟是些年迈的家臣，也几乎算得上已经与王位无缘了。至于他则是3王子杰斯，虽然看上去脑袋不太好用，但背后支持他的势力以及所拥有的兵力都不容小觑。照这样发展下去，这场王子混战只会单纯演变成2王子与3王子之间的单挑。伊兹尔的力量太弱，就算有人想支持他也不敢轻举妄动。突然间身后有人叫住了我，初次见面，还请杰瑞德领主多多指教。此人便是2王子塔林，关于他的特殊倾向有 A 级的辛德斯秘传剑术，以及 B 级的乌姆
姆布拉神血。只是让我意料之外的是，卡普利这家伙居然也出现在了这里。难不成他已经加入支持二王子的势力中了吗？而在经过简单的交谈中，我能感受得到，塔林他这是想要拉拢我。虽然我以自己想一心专注领地的经营发展隐隐的谢绝了，但他就以我合并马略卡的速度很快回应了我。对此我只能说这都是运气比较好，况且这也无法摆脱我是北部最弱的事实。反观塔林则说他可不这么想，觉得我跟他有着十足野心这一共同点，同时还解释这是他得出的结论。可在我百般隐隐谢绝下，塔林也只好先告辞作罢。之后希望我们还有机会聚一聚，我有很多问题想得到杰瑞德领主的帮助。岂料一波刚停一波又起，杰斯突然冒出来哈哈大笑，杰瑞德小老弟可别小看了我二哥，他的人脉很广的，想攀他高枝的贵族数不胜数。不过你自然都拒绝了我二哥，不如跟我合作合作，我在军部有不少人脉，只要我说一句话，就能让他们高价购买你领地生产的军需品。对此我则是回应道，如果是负责人之间协议好的高价我还能接受，但我实在不希望交易得限制于外部压力。说罢，杰斯的情绪突然骤变，难不成你已经加入到支持二哥的势力中了吗？可这人就只有满满没用的自卑感，和其他兄弟相比差太多了，所以这面子我也觉得没必要给了。相比二王子塔林，他能给我的东西实在比你多太多了。下一秒，只见杰斯当即就猛抓起我的衣领，怒吼道，别以为你最近有点势头就敢随意大放厥词，信不信我现在立马带兵攻了你的领地。好在最后四王子伊兹尔出马了，这才让我不用再待在这里烦下去。在这之后，伊兹尔邀请我前往一处秘密的地方好好聊聊，此外还有一人，便是他的妹妹亦是小公主玛伊拉。只听他冒昧的询问道，杰瑞德哥哥，如果你能成为我们王国的臣子，父皇绝对会很高兴的。我拒绝了，还解释从来到辛德斯开始就一直被人问同样的问题，我不过只是一个小小领地的领主。怎料我的话还没说完，玛伊拉就焦急地请求我能助伊兹尔一臂之力。伊兹尔闻言当即就叫停了他。我明白伊兹尔的话中之意，他这是担心风声泄露出去，于是我便在周围施展了一道隔音魔法，这样子就有短暂的时间自在交谈了。所以你对杰斯和格林这两位王子有多少了解？伊兹尔表示自己并没有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但该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随即我便继续追问道，那两位王子都信奉了乌姆布拉教团的事，应该不是例外吧？我的话让伊兹尔的神情暗沉了下来，因为除了他和玛伊拉外，不可能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才对。我没有做出回应，反而拿出了我的最新发明送给了伊兹尔，这是能够影像的魔法道具。从今天起，您就暗地里调查并收集两位王子关于叛变的行为，作为让他们百口莫辩的证据。可为了隔音的状态不引起怀疑，在这之后我们便没有继续交谈下去，约定好了明天再找机会见面。只是在回去领地前，我还必须叮嘱一件事，我有任务要交给你们去处理，给我监视王城内的一举一动，并实时汇报给我。下一秒，只见在我身后突然出现了数道人影，而他们便是我亲自挑选并组建成的秘密部队。众所周知，色欲术乃是男女通吃的最强咒术，所以我为了能从根本上实现100%免疫，每天都趁着晨起最为精力旺盛的时刻，命令伊莎贝拉给我施加后劲最猛的色欲术。只是没想到他真有够狗的，居然把我脑中幻想的东西放出来给海斯看。海斯，你听我解释，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时间回到我给秘密部队下达任务的那一刻，从现在起，你们给我好好监视王城内的一举一动，并实时给我汇报情况。你们都是由我亲自挑选出的狠角色，我相信你们的表现会比大陆上的其余间谍都要出色。画面一转，隔天的我带着海斯跑向了王城内的服装店，我准备送他一套衣服，可殊不知就在海斯挑选的期间，一道诡异的信息面板突然浮现了出来，上面赫然写着特殊情况的预告。当每年的7月1日到来，将会有大规模的魔物浪潮通过次元传送门出现在噩梦之森，并侵袭相邻的可利比亚领地。今天是6月9日，也就是代表着距离这天已经不到3周的时间。虽然我已经想到了应对之策，但那一天真的快要到来，我还是有一点的小紧张的。至于先前噩梦之森发生的侵袭，都是由我的父亲率领亲卫队镇守在南边，北边则由伊万尼巴率领多种族成员进行抵挡，自然有爽赚经验值的超值活动。这次我当然得独享了。与此同时，海斯也换好了最为满意的衣服走了过来。怎么样，领主大人，这一套您觉得如何？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我愿意给到10000分。此刻的他简直就是宛若天使般的存在。反观服装店的老板可谓是极致的羡慕极度的恨，因为在他的眼中我是垃圾般的混蛋贵族，却有如此美丽的天使相伴。在这之后我们便回到了可利比亚，而我的晨起也如往常一样，都是有着伊莎贝拉色欲术的叫醒服务。先前我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对他的克制上面，原因也很简单，当然就是他是唯一能做到男女通吃的咒术，在关键时刻能诱使人犯下最致命的失误。不过大概是伊莎贝拉吸收了马哈特3世的力量，他的咒术威力明显增强了不少。可就在这时，海斯注意到了在我头顶之上的幻象画面，在看到自己居然是刺身的后，他的脸当即蒙羞。这下糟糕了，我居然中计了。海斯绝对是伊莎贝拉故意找过来的。反观伊莎贝拉也是低声向海斯说道，像这种表里不一的家伙，你就不应该喜欢他，不如趁早拉进黑名单，再另外找一个纯洁一点的男人。岂料下一秒，海斯的反应完全就不是伊莎贝拉想要看到的。虽然赢家也不是不能够那样，但在公众场合下实在有点过分了。见状，我则是稳重的说道，我就说伊莎贝拉，你的咒术还没达到压倒性的力量，你要再多加强对他的修炼，适当的提升点威力。谁知我的话才刚说完，面向的就是伊莎贝拉的临门一脚。
脚，当老娘不存在是吧？你这个有着取死之道的变态！画面一转，时间很快来到了7月1号的晚上。此时的我来到了噩梦之森，找到了那道预告即将出现次元传送门的位置。紧接着我便拿出了工匠的刻刀，在魔晶石上刻下了一个魔法阵，并将刻画好的魔晶石围成了一个圈，从中射出来的光线汇聚在了一点，形成了一个攻不可破的次元结界。这一招是我跟马哈特3世学到的，在我没死之前是绝对不会自动解除的。很快次元传送门出现，魔兽大军浪潮开始越过它展开侵略。而在率先出现的兽人看到我时，他们也是当即就朝我发起了攻势，只是他们在临死前都不会知道自己挑衅的人究竟是何等的恐怖。等剩余的魔兽大军都通过传送门出来后，站在军团长的克朗德身边的大将塔巴伦汇报道，这时候的战士们应该已经把这附近的人类都清除完毕，请您尽快在最近的地方将人类的。怎料塔巴伦的话还没说完，克朗德就突然发现到了不对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次元传送门连接的难道不是人类世界吗？闻言塔巴伦当即四处观望了起来，却跟瞎子一样没发现到站在不远处的我。于是我便好意的解释说明，这是我为了迎接你们的到来所创造的扭曲次元，我将空间传送门的原理应用在了魔晶石上，每一处我都已经制定好了坐标，要是通过墙面就会被传送重新送回到结界内部。对此克朗德则是质问道，你究竟是何方神圣？老子可从未听说过有人类会使用这样的魔法，自然有这种反应也是在情理之中，毕竟这是在日后圣魔大战爆发时期，人类方的帝国军为了对付魔王大军所创造出的对策。你爷爷我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叫杰瑞德，至于这结界，当然就是为了对付你们精心准备的大礼。可听闻此话，克朗德却是不禁冷笑一声，就算你用的是最高级的魔晶石，要使出这样复杂的魔法肯定是很消耗魔力的，只要等到你魔力消耗殆尽，结界自然就会自动消失。他的思路确实没有错，但错就错在他不知道我的魔力相当之高。与此同时，塔巴伦也是从坐骑上跳了下来，在结界没消失前，就由我这第一先锋来陪你好好的过几招，期待你能让我玩得开心点。反观我则是嚣张回应道，我定会竭尽全力的满足莱克的一切条件。同时等级间的差距，德鲁克的手镯也是立马触发了效果。也就是在此刻，克朗德瞬间感受到了我气息的暴增，便就开始觉得面前的对手似乎一直都在隐藏力量。也正是在他的眼神瞥向了那群率先抵达的手下尸体后，克朗德才真正的验证了自己的猜想。于是他便赶忙叫住塔巴伦，殊不知一切早已为时过晚。塔巴伦早已沉浸在自以为自己很强的内心世界中，只不过就是下一秒迎接他的，并不是所谓的能如何的蹂躏对手，而是被火焰直接焚烧到只剩下一个小角。见自己的大将被打败后，克朗德也是立即命令所有的手下一起上，务必做到杀掉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魔法师。只是将空间传送的魔法阵刻在魔晶石上，其围成的圈就能形成攻不可破的次元结界。这便是我送给此次魔兽大军入侵人类世界的见面礼。只要在我这个施法者魔力耗尽或者被打死前，无论谁只要通过这道墙面，就会被不断的重新传送回结界内部。而就在我将魔兽大军的大将塔巴伦给瞬秒掉后，克朗德惊的下巴都要掉了。于是他当即就命令所有的手下全员突袭，拿下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魔法师的向上投入。可对此我却是不屑一顾，我直接施展起了火球魔法阵，对着天空就不断的轰炸了起来。至于那些火球在通过墙面后，当然也同样被传送了回来。在他的无情轰炸下，兽人也不过是只会逃窜的老鼠罢了。殊不知在我施展魔法的期间，一柄利剑突然朝我急速射来。虽然他确实如愿以偿的击中了我，但在神器镜面假衣的保护下，这根本就是无效攻击。而见自己的位置暴露后，哥布林弓箭手也是立马转身就想要逃之夭夭，可我哪会轻易的放过他，一发火球就将其给轰成了空气里的尘埃。就在这时，一道信息面板弹了出来，获得了称号地狱之火的化身，今后所有的火焰系魔法伤害都将默认上升100%。此外，我掌握了一项新型的魔法火蛇缠抱。我就说杰瑞德这具身体很适合火魔法，居然仅在4级魔法师就得到了这么好的成就。反观克朗德则是气得肺都要炸了，他指责手下的无能，明明我就一个人，却连根汗毛都没碰到，结果下一秒一发火球就稳稳的命中了他那头坐骑。既然你都看不下去了，不如亲自上阵，让我见识下你到底有何等能耐。随着砰的一声巨响传出，只见克朗德抄起他那武器大锤就弹射到了半空中。对此我使用了闪现术轻松躲开，岂料克朗德的杀意感知竟如此的精准无误就预判到我闪现后的所在方位。于是我赶忙使用了增强力量的魔法与其近距抗衡，同时也在他的头角处使用起了火焰魔法，轻而易举的就从克朗德的控制中挣脱了出来。此外我也没有给他喘息的时间，一发火焰魔法继续乘胜追击。尽管克朗德除那里之外全都被烧焦了，但却也不足以给到他造成致命的攻击，因为他拥有着快速再生的能力。可对此我依旧很快想到了应对之策，所以接下来便是开始对他进行长达2分半的冰火交替蹂躏。而等时机一到，我当即就施展起了新获得的技能火蛇缠抱。反观克朗德则百思不得其解，心想我真的是人类吗？居然能在战斗的过程中持续不断的变强。自然他有这样的反应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毕竟我可是有着德鲁克手镯的加持，一个能在50米的范围
围内吸收敌人负面情绪的成长型神器。此时见自己的军团长即将败北，其余兽人也是立马转身就想逃回魔界，但白捡的经验值我根本不可能放过一个。岂料就在下一秒，周围的时空仿佛就跟静止了一般，顷刻间，包括克朗德在内的魔物大军全部被吸进了次元传送门，唯独只剩下我在原地凝聚着魔法。可关于强制关闭次元传送门这种事，应该只有魔王级的存在才能做得到。难不成是想，算了，反正也还没那么快会碰上。不过也是多亏了他，我才能在结界消失前有惊无险的结束这项任务。虽然很遗憾让经验值白白溜走了，但作为奖励，我又获得了一个称号，名为怪物杀手，针对人类以外的所有对象都将提升250%的魔法伤害，并且魔力永久增加500点。除此之外，由于我的等级来到了50级，我的洞察之眼也是升到了2级，在原本能看穿对象的本质上额外激活了另一能力——弱点分析。根据直觉攻略对手弱点的概率会增加，造成致命打击的概率增加2倍。至此，我成功守住了可利比亚，也算是完成了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那就是在自己领地没有损失的情况下击退魔兽大军。与此同时，在另一边，巴特曼懊恼极了，因为卡普利明明承诺要护他的领地周全，最终居然抛弃他投靠了别人。他知道再这样下去的话，罗内拉迟早得被我给吞并掉。可殊不知曹操说到就到，巴特曼身边的管家突然来报，不好了，领主大人，咱们领地有敌人来袭。闻言，巴特曼当即就被吓得瑟瑟发抖。果然杰瑞德这家伙还是来了。岂料管家下面说的话竟让他重新嚣张了起来。他表示敌对的基本都是家臣叛变，大概有个100人左右而已。于是巴特曼赶忙穿戴好装备，决定带上所有精兵前去讨伐这群叛徒。反正又不是可利比亚，区区老鼠他自然随便铲除。但巴特曼不知道的是，这些叛变家臣背后所支持的势力，正是可利比亚新创立的最强部队——杰瑞德亲卫队。虽然仅有10个人，但也才花了10分钟，就将巴特曼以及几百精兵全部打得落花流水。至此，罗内拉正式归属于可利比亚领地。转眼间，时间很快过去了3个月。这天，马伊拉突然找到了我，并告诉了我关于国王前不久去世了的消息。于是为了验证一件事，我便让马伊拉详细说下关于发生在他身边的事。他说，在父皇死后，伊安的病情恶化严重，大神官表示恐怕撑不过这个月。看来历史确实是改变了，难不成是因为我介入其中的原因？毕竟照以前的话，伊安应该是能多活个10多年才对。可既然事情因我而起，那我就负责到底。随即我交代给了马伊拉3件事：第一是塔林2王子很快会亲自找到我，我打算含糊回应，维持中立态度；第二是伊兹尔王子绝对不能够卷入王位争夺战当中，让他去协助调解其他王子间的冲突，同时跟伊安王子身边的人加强来往。那群人都跟王室有着深厚关系，肯定不愿意看到内战发生的。至于第三，就是如果第二有了成效，使得内战走向暂缓，那段时间无论使用什么手段，都要收集到乌姆布拉教与23王子有联系的录像画面。对此，马伊拉给到了我最真诚的感谢，便就回去了。反观我，则是找了个地方看起了可利比亚的内政情况。目前一切的进展也都相当的不错，算得上是能跟卡普利领地相持平的中等领地。可如今我的手中又多了一个罗内拉，必须得尽快找到能治理的人才行，否则要是尤利安他们谁生病或者过劳需要休息的时候，领地的经营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突然，身后有人突然叫住了我，来人正是9级大魔法师贝尔哈德。他是大陆唯一的9级大魔法师，却也是我晋升至5级魔法师的媒介 NPC。可对于我的情报，他一直秉持着怀疑态度。毕竟，即使是天才，也不曾有确定自己能升至下个等级的先例。更何况我还是巴雷特那个浪荡不羁的傻儿子。原来就在我攻略古代陵墓副本前，我就曾寄过一封信给贝尔哈德，告诉他我获得了能确保升至5级魔法师的小小线索，因此需要他的当面教诲才能实现。只是贝尔哈德不知道的是，这对于我来说不过只是一个任务。任务的要求就是让我寻找到处流浪的他。可不管线索是不是真的，自古以来贝尔哈德所承担的责任就是帮助后辈的晋升，所以他决定找到我一探究竟。而在经过了长途跋涉后，贝尔哈德总算是来到了可利比亚领地，同时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因为他看到了我用很新颖的方式在经营领地，又痛快打败了隔壁领地并全盘接手。至于接下来，当然就是进行我请他过来为我的教诲。可在见到我期待无比的神情后，贝尔哈德瞬间感到了不适，随即便摆了摆手说道：“你做梦也别想奢望我成为你的师傅，我不会跟别人有任何的瓜葛。”对此我则是回应道：“我一点都没有想提出那种无理请求的意思。”这可把贝尔哈德给尴尬了。说白了，他就是白说了。而随着贝尔哈德的教诲开始，我的思绪也是被拉回到了刚来到这个世界的记忆当中。起初我单纯就是想继续活下去，才有了开始培养领地的念头。但伴随着领地的成长，我的认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至今为止，我所遇到的人不再是游戏里的 NPC， 而是一个个活生生有情感的人类。我也没有因为拥有的能力变得自大。我清楚敌人有多么强大，他们让我深受焦虑与恐惧的折磨。毕竟就算我熟知攻略法和游戏漏洞，但我终究还是个人类，并不够完美。况且有些历史也因为我的介入发生了脱轨。与此同时，我的身体突然爆射出了刺眼的亮光，这正是我成功晋升至5级魔法师的象征，也亦是把贝尔哈德给惊呆了足足2分半。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哪有人听自己巴拉巴拉几句就能进入5级阶段的？直到看到了我领悟到5级魔法隐身术后，贝尔哈德这才确信了事实就是如我所言那般，居然仅仅是接受了老夫几句指导就成功了。换做当年的我也做不到啊！难不成巴雷特的儿子真有特别的本事？也是从此刻起，贝尔哈德甚至萌生了想收我为徒弟的念头。可想到就算自己不介入其中，未来的我也注定成大器，所以他还是决定消掉这个念头，在旁一边
饱眼福就够了。反观我见贝尔哈德这么急匆匆的要离开，便就询问他究竟是要去哪里。东方大陆，这是他对我问题的回答。到这里，攻略 F 级领地的第1季就此结束。目前章节已经更新到了135集，虽然目前的观看流量可以说是特别的惨淡，但我也希望有一个奇迹能来为我扭转局面。至于断不断更，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否则我是不会去考虑的。友情提醒，第2季的画师好像换了，但剧情依旧很精彩。就这样，新的一年很快到来了，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喝下那瓶打败马哈特3世获得的经验药水。虽然当时我就一口干了，但要是在喝完的空瓶中装满圣水，到每年的1月1日它就会发生自动重置的漏洞。那新的一年就从开开心心升3级开始吧。随后我将升级增加的能力数值全加在了魔力值上，毕竟不管是道具还是技能都需要消耗。可话说回来，63的等级实在是有够低的。虽然因为德鲁克的手镯让我弥补了等级间的差距，但升级所带来的福利也是相当可观的。看来将辛德斯王国那边的事处理完毕后，我就得带徒弟们勇闯地下城练练级了。就在这时，由于尤利安已精读怪才行政学并获得极大领悟，我得到了能力数值10点作为奖励。没错，尤利安也成了我徒弟养成计划的一份子。这也不得不提及下4个月前我所思考的那件事。在帕拉迪索游戏中，每当魔法等级提升就会获得系统奖励，所以在还没成为5级魔法师前，我就已经决定好了从成堆奖励中的那一个选择，那就是强化师徒系统，将收徒弟的数额限制提升至8名，俗称一个卷。徒弟只要成长，我也就能小小收获1点成长带来的福利。就这样，我将尤利安、阿尔将、拉基斯以及克洛伊都纳进了徒弟培养的一份子。除此之外，我在加工业上也是小有成就，这是在帕拉迪索中只有极少数玩家才敢进行的高难度作业，将数个神器分解，再结合核心制作成新神器。但若是失败，就代表着神器将会彻底报销。不过我拥有许多可以用来实验的神器，即便是报销了，我也不会心疼多久。再加上我还有工匠的刻刀，能帮助我在加工业上提高成功的概率。就这样，时间很快又过去了2个半月。经过我日夜的颠倒奋斗，我总算是制作出了所有玩家都想得到的梦中神器——巴拉戒指，可进行分类等级7星以上的神器核心分解，固有技能特殊融合。在神器核心融合的过程中，有10%的概率额外获得特殊技能选项。真不枉我这些天不吃不喝不搞所花费的精力。有了巴拉戒指，我就能够放心的将更高等级的神器通过加工融合在一起。就在这时，克洛伊拜托海斯找到了我这才发现跟他约定晨练的时间已经过了13分钟。画面一转，此时的我开始跟克洛伊对练了起来。自然他目前的实力我是认可的，所以我也是没有保留的竭尽全力进行攻打。反观在对练了2个半小时后，克洛伊突然春花怒放了起来。虽然自己的进攻手段全都被我给摸透，但心想还有21个半小时的对练，他就觉得心里美滋滋。而与此同时，我轻轻戳了下克洛伊的后颈，下一秒他竟发出了不可描述的声响。于是我便询问他这是在想什么。原本我还以为你是等着我进攻，可你似乎有些心不在焉。闻言，克洛伊回应道没什么，但其实克洛伊的内心所想确实是想过让我进攻他那里的，只是天时地利人和不允许罢了。而为了安全起见，我便决定改天再跟他进行对练。对此，克洛伊向我道了歉，我则是让他没必要放在心上，毕竟现在只是训练并非实战，可必要的提醒还是得有，下不为例。这时拉基斯突然找我有点急事要说，他告诉了我辛德斯王国的内战似乎越演越激烈，2王子跟3王子的势力已经全面开战，不过这也全都跟我预料的那样。随后我便询问起可利比亚军事那边的训练情况，拉基斯如实回应相当的顺利，多亏了这半年来每天都进行着高强度锻炼，现在就连新兵蛋子都成长为了可用的战力。至于欧森老先生带领的前亲卫队以及那支别动队也都参与了训练，默契程度相当的良好。不过话说回来，拉基斯还是觉得最重要的是我送给他的这柄名剑，简直太好用不过了，甚至能够一刀粉碎掉优质的铁剑。当然好用，这可是我亲自量身为你定做的。紧接着拉基斯又准备向我汇报另一重要的情报，而为了以防风声透露，他便要求我施展隔音魔法。随后只听他说道，安装在领地周围的影像装置也有了好的收获，捕捉到了有几个黑魔法师试图在可利比亚领地外围施展禁用秘术的画面。根据审问的结果，可以确定他们就是隶属于乌姆布拉教团的。至于背后所支持的势力是相邻的阿克拉、穆德兰以及雷蒂卡领地。虽然这些都是好消息，但这也意味着历史的发展速度提升了3倍之多。按照原本的进度，乌姆布拉教应该处在刚萌芽的阶段才对，如今居然已经渗透到了多个领地当中。看来今后对于乌姆布拉教的记忆，我也得快准3倍进行思考。至于接下来要做的，当然就是侵占合并掉那3个领地，消除其中所潜在的乌姆布拉教团势力。他是信奉神圣教派国度的2王子，却在父王即将寿终正寝前投靠了黑暗势力，只为能在皇位的争夺战中夺得下一任登基的宝座。可殊不知，就在他即将成功之际，我的出现竟给2王子塔林带来了莫大的威胁。时间回到我决定出军攻打潜藏着乌姆布拉教势力领地的那一刻，而在花费了将近2个半月后，其结果也是屡战屡胜，轻松写意。那3个领地甚至都还来不及做出像样的抵抗，就已经落了一个完败下场。但因此我也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可利比亚领地已经合并到最大的扩张限制，今后如果要增加领土
土就必须以新领地来发展。除此之外，我也成功获得了大领主的称号，魅力增加了100点，并且在称号的效果加持下，即刻起整片可利比亚领地将会降下神的祝福与加护。往后的2年半当中，受到干旱、洪水等等天灾的威胁概率降低90%，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可很快，另一喜事也将接踵而至。只见此时海斯突然急冲冲跑了进来，他告诉我他终于完全掌握神圣之力了。闻言我激动极了。要知道，治愈师对于神圣之力的具备与否有着极大的差异。假设使用一般魔力的治愈师能以初级治愈术让人恢复10点体力，那同等魔力中若还掺入神圣之力，则能够恢复20点体力。甚至随着治愈术越高阶，两者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不过海斯之所以能掌握得如此之快，也多亏了我给到他的2样神器，通过诅咒造成不良影响的手环。虽然戴上它就会有身体状态变得很差的感觉，但若是加上这枚能透过诅咒让失去体力都恢复的戒指，就能实现持续不断修炼的效果。而对于这种游戏漏洞的使用说明，我依旧是以这是东方大陆的一种神奇修炼法来解释。既然如此，那你是不是也能在终极治愈术上掺入神圣之力？对于我的询问，海斯给予了肯定答复。可眼见我又要自残来检验修炼的成果，海斯也是连忙哭唧唧的劝阻道：明明除了伤害自己外，还有很多能检测的方法，就好比您在攻略副本时手臂受到的烧伤，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心好痛，因此我才更加努力的修炼。就这样，在海斯的治疗下，我手臂上的烧伤也终于是恢复如初了。但在我开心的同时，另一边塔林的心情可是一点都不好。特么我都已经毒害了伊安和父皇，杰斯也即将在内战中落败，明明王位的继承者必会落入我的手中，杰瑞德那家伙却偏偏耍出阴招，竟将我与乌姆布拉教勾结的影像公之于众。接着塔林怒视起从可利比亚退休的老头，在你告诉我的情报中，可未提到可利比亚拥有着名为影像装置的魔道工学机械，你该不会是想告诉我，这玩意是才刚被研制出来不久的吧？而情况也如以上那般，老头只有这样的回应来解释，但自然他最终的下场也是必死无疑。与此同时，塔林也发觉到了不对劲，明明伊兹尔一直秉持着对继承王位没丁点兴趣，可跟杰瑞德那家伙的关系却联系不断，难不成是想要？想到这里，塔林当即命令道：让所有军队掉头回来，从即刻起率先除掉身处在王国中的虚伪伊兹尔。可在前往王国的路上，卡普利却是劝说塔林不要意气用事，况且即便是伊兹尔想要坐拥渔翁之利，他也绝不可能没有任何防备的手段，小心有诈。对此，塔林依旧是坚持现在的决定，他绝对不能让煮熟的鸭子给飞走了。于是卡普利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追加道：就算杰瑞德是他伊兹尔的背后靠山，伊兹尔全部的兵力加起来也比不上我们，随时都可以将其歼灭。现在最先要除掉的并非伊兹尔，而是杰瑞德这个核心人物。闻言，塔林则是当机立断的否决，表示杰瑞德不可能介入太多王国的事。此话一出，卡普利人都麻了，他明白塔林这是被愤怒蒙蔽了双眼，也意识到是自己挺错了对象。这样一来，他至今为止所有的努力都要白费。可恶的杰瑞德，居然把戏演得如此逼真。突然，在塔林军队所途经的一片区域内出现了强大的魔力波动。意识到这点的塔林本想命令所有人停下来，可地雷的起爆速度哪是他的声速能够比的？顷刻间，方圆10里的范围都被爆炸给笼罩了起来。而在此等强劲的爆炸下，估计能活下来的也只有卡普利和塔林。就在这时，受了点轻伤的卡普利焦急地喊着塔林的名字，却不知威胁他命数的人已经出现在自己的后侧方。卡普利伯爵，我受君主的命前来拿下你的向上头颅。与此同时，另一边，我正使用着洞察之眼在茫茫烟尘中寻找塔林的下落。而等找到他的所在之处后，我当即便使用闪现术来到了他的跟前。好久不见呐，塔林二王子，我记得前面我有插着前方有地雷区的告示牌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就全部引爆了？对此塔林没有做出回应，反倒是严肃地警告道：没想到你竟敢插手我们王室的事，但可别认为伊兹尔能够保住你这条狗命。闻言，我则是故意将辛德斯王国内正在发生的事说给他听。我估摸着猜啊，现在伊兹尔4王子应该已经取得民众的信任了，你和杰斯这2个投靠乌姆布拉教的走狗，怕是活不过今天喽。听罢，塔林当即就拔出佩剑，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我猛冲而来。给老子去死吧！等杀了你后，我就去找伊兹尔好好算上一笔账。对此我则是呵呵一笑，那得你要有能打败我的实力才行。这时只见塔林使出了他的辛德斯的秘传剑术降魔，轻而易举就将我的火球术给抵挡了下来。紧接着又是一招速剑就朝我挥出了7781次剑斩。见状我吓得魂都要飞了，没想到你这一招如此的屌炸天，居然连我的长袍都能割到分毫。而此刻听着对自己的嘲讽，塔林也是怒气疯狂的上冲，再次挥剑朝我猛攻过来。虽然他这力道是有的，但他理智的散失也导致自己的攻击变得杂乱无章，轻轻松松就被我的防御魔法一一抵挡了下来。既然你都弱成这样了，那接下来就轮到我发功了。